小姑娘明明才5岁，却一天只给1碗饭，而且只要活干少了，就会成天挨饿。你个赔钱货，大清早的躺在门口干啥呢？跳个水都能洒一身，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快起来，让人看见以为是我虐待你。宝丫红着眼睛不敢哭，只因3岁那年被打，哭了出来，结果多挨了一顿揍。婶子，饭活儿都没干完，还想吃饭？周翠花，你这就过了。就是宝丫才多大呀，你就让她干活？你看看孩子这一身都是水，4、5岁的小姑娘就让挑2桶水。周翠花，你心可真黑。我呸！孙氏，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让他干活，那是因为他吃得多，他一个孩子顶个大人吃，我干活谁养得起啊？他一个小孩子能吃多少？你这恶妇也太抠了吧！我靠，他一顿饭就要吃3碗，3碗啊，顶我家老爷们的饭量了。反正我们家是养不起了，你们不是看他可怜吗？谁爱养谁养吧。围观的村民听到要养宝丫也都不说话了，一个小娃娃一顿3碗饭，他们都不太信。不过如今大荒年，存的口粮都还不够自家吃，再多养一个娃娃谁都不愿意。这帮怂孙子嘴上说的好听，真让他们养，还不是谁也不乐意。翠花姐，要不宝丫我养吧。小宝丫全坐在台阶上，抬起头，人群里一个矮小的瘸腿女人慢慢走了出来。翠花姐，你要真不要宝丫了，给我养吧，反正我也没有孩子。周翠花看傻子一样看着这女人，原来是云家老三的媳妇，听说是早些年被云家从镇子上捡回来的，回来之后就一直病歪歪的，也没有生养，难怪会动了想养宝丫的念头。行啊，你老三家的，你要养，你现在就领走。但是原先宝丫家的2亩地，你可就别想了，宝丫能吃2亩地年产的粮食，估计都还不够她吃的。这就是睁瞎眼瞎掰，宝丫一个5岁的孩子，再能吃，1年也吃不光2亩地的粮。何春秀倒是没想什么田地不田地的，她就是看宝丫可怜，自己又没孩子，倒不如抱回家去，好好养，也算是积德了。成，那今儿个大家伙在这的，求大家伙给做个见证，宝丫我今儿领走了，往后她过得怎么样，可都跟你周翠花跟陈家没半吊钱关系了。那就说妥了。周翠花瞥了一眼全坐在地上的小宝丫，一脸的嫌弃，赶紧领走，这死丫头能吃，我可是把话说在前头了，到时候你不想养了，我可不接受。何春秀看着台阶上的小姑娘，眼圈红红的，可怜巴巴的眼神，心里一阵难过。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是出去讨饭，也不会让宝丫饿肚子。他说完，就一瘸一拐地走到小姑娘面前，费力地蹲了下来。刚才只顾着跟周翠花理论，他都没问问小姑娘愿不愿意跟他走。好孩子，没事了，跟娘回家去。小宝丫一个劲儿点头，有人愿意要他了，他有娘了。他想开口叫声娘，一张嘴，2颗小石头咕噜噜滚了出来。何春秀吓了一跳，倚着墙把他抱起来。傻丫头，你吃石头子干啥？这玩意儿可不能吃。宝丫饿，周婶子不给饭吃。这周翠花也忒不是人了，这么小的孩子不管饭，饿的只能去吃石头。何春秀把眼泪憋回去，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来一块干馒头，还是他昨天下地时候带着吃剩下的。先吃这个，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宝丫接过干馒头，暗呜就是一大口，嚼都没怎么嚼就吞了下去。慢点吃，慢点吃呀，没人跟你抢。有娘真好，娘，我有娘了。真是傻丫头。围观的村民都散去了，周翠花也进了屋。何春秀原本是要去孙婶子家换点鸡蛋的，这下半路捡了个闺女，就直接折了回去。怎么办？我把人领回来了，万一婆婆不乐意，可咋办？管她呢，反正人领回来了，我就不会再送回去。赵芝兰要真不要宝丫，我就豁出去了，带着宝丫分家过。三婶，哈丫、月丫，这是宝丫，以后就是你们妹妹了。春秀，你咋把这丫头带回来了？周翠花把人赶出来了，我看她可怜，就领回来了。你早上饭吃顶了吧？咱家啥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还弄一个张嘴的回来，也不怕娘骂你？那我也不能看着她不管。大嫂，你进屋歇着吧，我去给孩子做点饭吃。小孩子想疯了吧？我看等会儿娘回来又惹得吵。宝丫被放在小凳子上，乖乖巧巧地坐着，睁大眼睛望着面前2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小姑娘，一动也不敢动。你叫宝丫，你是老陈家的吧？周婶子不要我了，娘要我。黑黢黢的小手捏着豆荚就要流口水，她直接放进嘴里嚼了2口，又生又涩，一点都不好吃。宝丫妹妹，这豆子是生的，得剥了煮熟了才能吃。姐，
这丫头怎么有点傻乎乎的？月丫，宝丫比你还小呢，你别这么说。云花嗔怪了一声，从兜里掏了颗糖塞进宝丫手里。宝丫，来吃糖，甜的。宝丫看着云花手里的白乎乎的小方块，怯生生看了他一眼，不敢接，只因他在陈家拿手指头蘸了一点白糖吃，结果被周翠花发现，又是一顿好打。吃吧，既然三婶把你带回来了，那你就是我们云家人了，就是我妹妹。宝丫小手心托着糖块，还是不敢动。云花就又掏出一块糖递给坐在对面的云月，云月毫不客气接了。你看，月丫也吃了，吃吧，不碍事。宝丫一双晶亮的眼睛看着云月，一口就把糖吃了，咽了下口水。她太饿了，从昨儿个到现在，就刚才路上吃了一块他娘给的干馒头。见月丫吃了，没挨骂也没挨打，她才一口把糖塞进嘴里。真的好甜呀！她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大一块糖。谢谢三姐姐、四姐姐，真乖。乖什么？就知道吃。吃吧，要是不够，回头娘再给你做。宝丫看着这一大碗饭，肚子先叫了起来。她可真能吃。宝丫小脸蛋就羞红了，她也不想这么能吃的，可是她真的好饿，肚子可难受了。月丫，饱你的肚子，宝丫饿了好几天了，吃多点怎么了？何春秀在宝丫旁边坐下，满脸怜爱的看着她大口大口扒饭。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还夹带着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明，你今儿咋这么舍得花钱了？咱好不容易去一趟镇里，你就买了10个肉包子。你懂个啥？这包子我买家来了，他就有人吃。赵芝兰的大嗓门一嗓子就把躲在西屋的王彩莲给喊了出来。婆婆回来了，我倒要看看，等会儿你那个不长脑瓜仁的怎么了？赵芝兰一进门就看到了宝丫，看着那小不点抱着个比她脸还大的花瓷碗扒饭，吃的那叫一个香，眼珠子都瞪圆了。小姑娘明明才5岁，每天却要吃4顿饭，一顿要吃8大碗，旁边老太太都看呆了。只因小姑娘好几天没吃饭，被好心人收留才了吃一顿饱饭。瞧着吧，这就要开骂了。赵芝兰啪嗒一声，手里的东西都直接扔在了地上，3步并作2步冲过去，一把就将正在埋头扒饭的宝丫抱了起来。哎呦，奶的大宝贝儿哟，快让奶看看，这是饿坏了吧？咋就拿这破菜叶子炒干饭呢？家里没鸡蛋了吗？咋地？婆婆这是中邪了吗？何春秀也被赵芝兰这样子吓了一跳。娘，今儿早上我是要去换鸡蛋的，这不正碰见周翠花把宝丫赶出来，我就光忙着争孩子了。嗨，那等会儿你再去换一趟。老二媳妇，你还傻站着干啥？把我买那包子拿出来呀！没看见宝丫正饿着呢。李荣月瞧见了，他就瞧见桌子上一个大空碗，比宝丫那张黑漆漆的小脸还大，还真是个能吃的。他把赵芝兰买的那袋子包子拿出来，给宝丫放在跟前。吃吧，宝丫，这是你奶给你买的，一共10个呢，管够。李荣月是个实诚人，宝丫在陈家受虐待，他也知道，虽然家里添了一张嘴，可能往后日子会不好过，但是这苦命孩子能脱离苦海，他也是高兴的。谢谢奶，谢谢二伯娘，也谢谢姐姐们，你们都对我真好。宝丫是真心想谢他们，因为要不是他娘肯将他领回来，他不会有这么多喜欢他爱他的家人，他可能还在陈家挑水干活，肚子。快吃吧，我们宝丫真是又乖巧又懂事。奶吃，奶不吃，奶不饿，宝丫吃。见赵芝兰坚持，宝丫没法，可是这一大圈的人围着他，就看着他一个人吃肉包子，他吃不下去，于是就举着包子挨个挨个的问。问完赵芝兰问他娘，问大伯娘，问二伯娘，问2个姐姐，赵芝兰都没吃，其他人哪敢吃，所有人都没接，宝丫就愁了。那宝丫吃1个就够了，剩下的给奶和伯伯、伯娘还有哥哥姐姐们吃。吃完了肉包子，宝丫其实还没饱，但是她没再吱声。1大碗炒干饭，1个大肉包子，已经不少了。她知道云家其实也不富裕，她能吃个8成饱已经很好了，不能贪嘴。奶，我吃饱了。真饱了，你可别骗奶，咱家饭可是管饱。那周翠花天天四处嚷嚷着宝丫能吃，魔着里正给她发补贴，张口闭口宝丫能吃3碗饭。赵芝兰怕孩子不够吃，这才大早上就出去镇上，一口气买了10个包子。真的？赵芝兰见宝丫眼睛亮晶晶的，不像是假。赵芝兰信了，牵着她的小手往院里去。春秀烧点水，宝丫这也太脏了，我给她洗洗。洗干净的宝丫其实也是白白净净的，一双眼睛圆溜溜的，特别有灵气。
像菩萨身边的小仙童。赵芝兰怎么看怎么满意。她昨儿个晚上做了个怪梦，梦见一个浑身金光闪闪、头上长角的神兽往她家里来了，来到她家门口就变成个小姑娘，跟宝丫一个样。周翠花那个傻婆子，这宝丫分明是送财送福的瑞兽投胎的，她还成天又打又骂的，虐待孩子。晚上吃饭时候，云家3个儿子也从外面干活回来了，都是一个村的。何春秀领走宝丫的事情，云家3个顶梁柱自然也早就知道了。这回好了，你跟弟妹也算是有个娃了。可不是，虽说是能吃了点，但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能吃是福。大哥二哥你们就知道取笑我。云三郎刚回到家就看到了宝丫，那小小的软乎乎的一小团，眼睛就亮了。多喜人的小丫头啊，我终于也有闺女了。云三郎是个大老粗，头一回见宝丫，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好，在口袋里翻了半天就翻出来2文铜钱。宝丫，头一回见，爹也没啥好给你的，就这俩铜钱给你买糖吃。宝丫看着手心里2枚铜钱，转头看了看旁边的赵芝兰，拿着吧，你爹给你的。谢谢爹爹。小嗓音奶奶甜甜的，云三郎心都化了，抬手轻轻扯扯宝丫头上2个小揪揪，傻呵呵的笑。旁边云大郎和云二郎也跟着笑。你就是宝丫，我叫云成路，排行老2，你得叫我二哥。二哥哥，真乖，哥哥明天带你上山摘野葡萄吃，可甜了。好呀，那我早早儿就起。干啥去？你小子就知道带着妹妹满处淘气。云成路根本不怕他，嘻嘻哈哈一番，朝宝丫偷偷使了个眼色，意思是2人明天早上悄摸去。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宝丫就醒了，她自己穿好衣裳出门去。何春秀在做一家人的早饭。你来干啥？这才几更天，也不多睡会儿。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睡不着了，二哥说今天带我上山摘葡萄，我怕起晚了。其实是他已经习惯了，在陈家时候，宝丫每天都是陈家第一个起来的，因为他得起来给一家人做饭。那也该多睡会，你二哥醒了，娘在喊你。宝丫听完何春秀说的话，也不敢回去继续睡，只好站在门口一边等他一边跟何春秀说话。不一会儿，云成路也醒了，拿着路上吃。成路别带宝丫往山里走太深，回头让狼羔子叼了去。哎呀，知道了三婶，我奶那头，你给我兜着点，我跟宝丫一会儿就回。云成路抱着宝丫沿着小道上山，清晨的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宝丫看着山路2旁光秃秃全是石头，脚下的路也很难走，就挣脱了2下想要下地。老实点，不然二哥就把你丢下去。二哥，你把我放下去吧，我自己会走。宝丫在陈家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人抱过她，而且她吃的这么多，怕二哥抱不动。你怕我累啊？就你这几两肉，二哥能抱着你绕山跑一圈。那二哥可真厉害。那可不，走，二哥带你找野葡萄去。2个人沿着山路一边说说笑笑，一边在石头缝里找野葡萄，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远远的坠了个小尾巴。宝丫那饭桶这才刚到云家，就把云成路那臭小子收买了。云成路和宝丫逛了半天，啥都没踩着，瞧着云成路有点沮丧的样子，宝丫摇摇小手指头，朝旁边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指了指。二哥，要不然咱们走这边看看吧。不知为何，他隐隐有一种预感，这条路上肯定有东西。成，那咱们就走这条路。他说着就抱着宝丫拐了过去。二哥，你看那个是什么？云成路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下面有一小颗野葡萄秧，葡萄秧不大，但是上面挂的满满的都是紫乎乎的野葡萄。哇！宝丫晃着小脚丫，挣开云成路的怀抱，跑了过去。宝丫小心地把上面的野葡萄一串串摘下来，足足有4串。宝丫自己留下1串，又递给云成路1串。二哥，给你。云成路就着他的手一把将那串野葡萄整个吞了。真甜，我们宝丫真厉害啊，一下子就找到了。哈哈，还是二哥厉害，要不是二哥带宝丫来，宝丫也找不到。我们把这2串带回去给3姐姐和4姐姐吃吧。好啊。宝丫和云成路找到了野葡萄，见日头已经升了起来，就打算回去了。哪知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宝丫和云成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看见一头竖着犄角的野山羊朝他们撞了过来。宝丫在身边带好了，别下来。小宝丫见那野山羊朝云成路撞过去，眼圈都红了，捏紧了小拳头，朝那野山羊大喊：不许你伤害二哥！这只羊明明很聪明，
却一头撞在了石头上，去见了他太奶。只因小姑娘是个小福星，不想让她哥哥受伤，那么不幸的只能是这只山羊了。云城路看着去见太奶的野山羊，也是捏了一把汗。他把宝丫从石头上抱下来，见小丫头脸色苍白，正想安慰她一下，就看到野山羊撞的石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裂开。宝丫快跑！把宝丫往外面推，自己却被上面滚落的石头给埋在了底下。二哥，宝丫吓坏了，眼泪哗啦哗啦的往下掉。一旁躲在暗处的陈小娟也吓坏了，她刚才还说宝丫运气好，这不转眼人就被埋在石头下了。完了，云家二小姐的命恐怕是要没了。陈小娟双腿直打颤，缓了一会儿才站起来，然后撒丫子就往山下跑去。刚进村，就看见大嘴巴王氏正要下地，他扯着嗓子就喊了起来：“王婶子，不好了，云家二小子出事了！”咋地了？丫头，你慢慢说。王氏平时最能八卦，这下顿时来了兴趣。我看见宝丫那个灾星，害得云家二哥哥被埋在大石头底下了。哎呦，那可不得了了！王氏一拍大腿，地也不下了，扭头就往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不得了了！宝丫那小灾星，可得云家程路小子被大石头砸了。”陈小娟见他跑远了，也撒丫子往自家里跑去。她得赶紧告诉周翠花，出了这档子事，王有平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嘴巴，别人有点啥事让他知道，不出半天就能给嚷嚷的村里人尽皆知。王大嘴，咋了这事？你不知道，宝丫那孩子竟然是个灾星，他跟云家程路小子一起上山，结果程路小子就被大石头给砸了。啊，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我听小坚那丫头说，整个人都给压在地下了，估计这腿是要废了。哎呦，那可不得了，程路才12吧。王氏越传越广，村里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也传得越来越离谱。宝丫那灾星，害得云城路被山上的大石头砸死了。赵芝兰正坐在堂屋边草席，就听见后门口周翠花叉着腰在那喊宝丫是灾星。我说什么来着？赵老太，你可赶紧去山上看看吧，你跑快点，没准程路小子还能剩口气。我看你个不安好心的，闭嘴吧你！你个洗泥子化成灰了，我家程路都不会洗。悠悠，你当我骗你呢？这可是我家小娟说的，她刚从山上下来，不信拉倒。到时候你别把宝丫那灾星给我家送回来就成。滚开，别挡我家门口，晦气！赵芝兰说完，就赶紧往后面虎牙山上跑。虽说她不相信周翠花的话，可也是真的担心云城路。赵芝兰刚跑到村口，就看见云家人整整齐齐都在，大媳妇王彩莲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娘，三弟妹就不该把那死丫头抱回来，这下好了，我家程路没了。你还是当娘的呢，别咒程路，人都没见呢，你嚎什么嚎？见不着了，我苦命的程路啊！一旁李荣月拉着她袖子，细声细气地安慰着。何春秀脸色惨白，眼泪哗哗往下掉，一双手抖得握都握不住。她听见程路出事，整个人都差点昏过去。都怪我，要是我早上拦着俩孩子也不至于出事。你老娘我都还没哭呢，你哭啥？都赖我，娘，不是宝丫的错，都赖我没看住俩孩子。行了，你娘我是那种人吗？那周翠花说咱宝丫是灾星，宝丫就是灾星了吗？可去他的吧！赵芝兰说完，也顾不得再安慰何春秀，叫上云家3个儿子，一起往山里找人去。村里的刘礼正也喊了几个村里壮年，跟着一起去，就剩下妇女和孩子，站在村后头等着看热闹。虎牙山上，宝丫哭着喊云城路，石头堆底下安静了一会儿，就响起了云城路的声音：“宝丫别哭，哥没事，你回去喊你爹和伯伯，让他们来搬石头，要不然哥出不来。”宝丫刚才吓坏了，哭得一抽一抽的，听见云城路让他回去喊人，转身就要跑。等等，不就是搬石头吗？我可以搬啊！宝丫昨天和今天都没有饿肚子，现在力气大着呢，于是憋足了一口气，双手抄起一块大石头就丢到了一边去，一块又一块，不一会儿功夫，宝丫就把那堆大石头搬得差不多了。云城路看着宝丫，整个人都傻了，身上的石头没了，他都没起身，使劲揉了揉眼睛，他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二哥，你快起来啊！宝丫看见他傻愣着看自己，还以为他被压坏了，担心的不行。二哥，你看什么呢？哥哥看你箱子没有。云城路仔仔细细把宝丫检查了一个遍，确定他没事，这才松了口气。你跟哥说，你咋会有那么大劲儿的？我也不知道，我小时候就这样了，只要我吃饱了饭，力气就特别大。宝丫之前在陈家的时候，有一次周翠花的儿子陈成才欺负她，结果她就轻轻推了陈成才一把，
那陈成才就咣当一声摔了个大屁墩。后来他力气大的事情被周翠花发现了，周翠花就总让他干活，可是又不给饭吃，还遭周翠花嫌弃打骂。宝丫妹妹还是太少了，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周婶子知道。没事，但是以后不许再让别人知道了，咱们云家人也不行。云成路说的一脸严肃，宝丫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还有别人在的时候，有力气也不许使出来，知道了吗？知道了。宝丫虽然不知道云成路为什么要让他这么做，但是他也愿意答应，因为二哥是绝对不会害他的。云成路看着宝丫点头，这才松了口气。宝丫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免得有坏心眼的人利用宝丫。还有宝丫这么大的力气，得跟奶说说。云成路叮嘱完宝丫，把他身边健太奶的野山羊扒了出来，刚要带着宝丫走，就听见宝丫稚嫩的声音又叫起来：“二哥，你看这个是什么呀？”云成路循着声音一看，又惊了。就在他刚刚趴着的地方，有一堆干巴巴、浑身是网眼的小蘑菇。这不是羊肚菌吗？在古代，一颗羊肚菌等于1两银子，而10两银子就能娶一个媳妇。这个小姑娘不仅有50颗羊肚菌，还在山上捡了一只野山羊。宝丫啊，程路啊，宝丫，程路，听见了就应一声啊。宝丫，程路，你们在哪呢？村民们喊了好一阵子，除了山里空荡荡的回音，啥回应都没有。整个山上都有回声了，咋还没人答应呢？难不成还真让周翠花那个混婆娘说着了？老婶子，要不然咱们分开找得了，也能快点。成，那我跟大郎走这边，二郎、三郎走那边，麻烦李正跟大家伙了。嗨，这有啥麻烦的？都是一村人，有啥事情不得帮一把？哎，娘，你瞅瞅那是不是有人下来了？云三郎一喊，大家就都站住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就看见云成路一手抱着宝丫，另一手不知道拖个啥东西，正一步一挪的往山下走呢。妈耶，我的俩宝啊，没事，人没事就好。奶奶，云成路一看有人来接他们了，累得呼哧一声，直接坐在地上，也不走了。宝丫瞧着一大帮子的人，兴奋的直挥手。以前他在陈家可从来不受重视，只有干活的时候，陈家人才能想得起他来。傻丫头！赵芝兰急忙跑过来，一把将宝丫抱起来，又看了看云成路，见云成路除了手上擦破点皮，别处都没啥事，这悬着的心才彻底撂下了。这时候山里还有野山羊吗？钱大才一眼瞧见云成路旁边那头野山羊，眼神里全是羡慕。这么大只羊，我就说嘛，我家宝丫就是福星，上天送来我家的，准没错。三郎，你拖着这羊走回家了。都这么半天了，也不见他们下来，会不会人没了？赵老太跟山上哭得起不来了吧？你放TMD狗屁！你儿子才喜了，闭上你那乌鸦嘴，给你家小崽子积点德吧。悠悠，你激动个啥？我就说说，且等着瞧吧。大嫂子、二嫂子，快看他们回来了！何春秀这一喊，围在这的所有看热闹的村民都抬头看了过去。只见赵芝兰抱着宝丫走在最前边，而后边就跟着云成路，在后面是拖着野山羊的云大郎和村民们。哎呦喂，回来了！周翠华，你瞅瞅，回来了，都回来了。不是说人都压底下了吗？咋还能没事呢？赵芝兰一众人浩浩荡荡走近了，大郎把那头羊往大家面前一放，挺胸抬头的别提多神气了。而云成路就站在他爹旁边，故意大声说：看见没有，晚上有羊肉吃了。这咋可能呢？周翠花看着这么老大一头肥羊就眼热的不行。人没事，还弄了这么大一头羊来。刘礼正，这羊是你们上山打的吧？可得给大家伙分分啊。还真不是，我们大家伙半道上就碰上宝丫和程路了，俩孩子把这羊拖下来的。周翠花没话说了，瞅了站在自己旁边的陈小娟一眼，气不打一处来。臭丫头，骗子嘴里没一句实话，让你踩的菜呢？踩狗肚子里去了吗？陈小娟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也不敢吱声，看着赵芝兰怀里咯咯笑着的宝丫，她更恨了。虚惊一场，虚惊一场，今个儿麻烦大家伙了。回头家里炖了羊肉，刚才跟着李正一起上山找人的相亲呢，家家有份。这是公正话，其他只跟着看热闹的也说不出来啥。宝丫，你跟奶说实话，今天这到底是咋回事？回来的路上，云成路就悄悄跟他说了宝丫力气大搬石头的事，他也给吓了一大跳。宝丫坐在炕上，一脸天真的把事情的经过都跟赵芝兰说了。奶的大宝贝儿呀，没累着吧？奶，你先别抱我，当心压坏了。咋了？宝丫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在山上扒出来的那堆羊肚菌，献宝似的给赵芝兰看。二哥说这是羊肚菌，可以卖银子的。赵芝兰其实不懂这些，只觉得这蘑菇外表坑坑洼洼，
看起来奇奇怪怪的，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更别说卖了。程璐啊，奶，啥事啊？这东西你说能卖钱？老婆子我见都没见过。这是我大哥说的，大哥是读书人，见多识广，他说能卖钱，那就应该没错。赵之兰的大孙子云成福在镇上叔叔念书，懂得也多，赵之兰一向很信他的话。那成，咱明天就去镇上把它卖了。程璐，你玩去吧。瞅瞅你爹你叔他们把羊弄干净没有？叫你三婶子给炖上。今天晚上咱们吃顿好的。好耶。宝丫，你听奶说，往后你可不行这样了。你还小呢，有力气也不许瞎使，累坏了该不长个了。没事，宝丫有的是劲儿。傻丫头，女娃娃就是让人疼的。家里有你爹你伯伯，还有你哥哥姐姐，那就轮到你干活了。这回是特殊情况，往后要是有啥出力气的活，可不用你干。哎呀，宝丫知道了。真是奶的傻丫头，往后在外人面前也得收着点劲儿，不能让他们发现。记住没有？记住了，以后宝丫都不随便使力气了，有啥事都先跟奶说。对，宝丫真聪明。赵之兰揉揉宝丫头上的小发揪，从糖罐子里摸出几块糖塞她手里，打发她出去玩了。真没想到啊，这小丫头不仅福运连连，还有一身的怪力气。以后得把这孩子看好了，千万不能让村里心怀不轨的给害了去。A few minutes later， 宝丫从屋里出来，嘴巴里嚼着赵之兰塞给她的一块糖，迈着小短腿走过去。三姐、四姐，哎，宝丫过来玩。云月瞥了宝丫一眼，她就把头扭开了。宝丫身上穿着她的衣裳，虽然是旧的，可她就那么2身衣裳还给了宝丫一件。哇，花姐姐好厉害，手镯好好看。哼，有什么好的？没见识，偷东西，我才不稀罕。月丫，你又闹啥脾气呢？云月不说话了，她一扭头，搬着小板凳坐到一边去了，离这俩人远远的。宝丫凭什么这么受宠啊？明明之前不是这样的。云月埋头，一边拿手指头在地上划拉，一边抹眼泪。四姐姐，你怎么了？你别理我。四姐姐，吃糖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是来跟我炫耀的，谁稀罕一块破糖？你烦不？四姐姐，甜不甜？四姐姐，你别哭呀，你看三姐姐给你编的手镯，好好看。宝丫说着，把花绳手镯给她系在手腕上，这样我们3个就都有了，都好看。宝丫笑得甜甜的，她是发自内心的开心。云月看着她，也哭不出来了。糖好吃，手镯也好看，宝丫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开饭了。小姑娘在女人家3天饿9顿，好不容易有好心人收养小姑娘，女人却要讹诈这家人。你们就是没良心！宝丫是我们老陈家养大的，你们得了野山羊都不说给我们端点来，什么心眼呢？那你们家又没帮忙上山找人去，咋？宝丫还是我养大的呢，分我1碗肉怎么了？嘿，你就是欺负我二弟妹性子好。从前你们是咋对宝丫的？以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赢家大媳妇，这没你的事。周翠花，一大早上的，你不找事是不是浑身难受啊？赵老太，你就是个丧良心的。那宝丫咋着也是我拉扯大的，你们沾了宝丫的光，吃上羊肉了，都不说给我们送1碗。赵之兰见他这副讨债鬼的模样，顿时警惕起来了。野山羊是宝丫和程璐一起脱下来的，云家可没人往外说，是因为沾了宝丫的福气才得的野山羊。这周翠花怎么知道的？你就胡说吧，周翠花你挺大的人了，为了1碗炖羊肉，编出这种话来，你要不要脸？你才不要脸，丧良心的！你们得了宝丫这丫头，不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们哪能要了宝丫去，哪能有肉吃？赵之兰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她都要被周翠花气笑了。哟，你现在舔着脸来要好处了，从前虐待宝丫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宝丫好呢？现在看见肉了，才想起宝丫的好来了，你贱不贱啊？咋着？那我还说错了是咋的？我们家条件不好，那也没饿着孩子吧？好歹把他养这么大了，倒是你们得了羊肉都不说分给我们点。那是没饿着吗？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也别跟我绕弯子，你今儿到底过来干啥的？要是为了1碗羊肉，我这就给你端去。不过从今往后，你可别再拿宝丫当借口过来讨便宜。嘿，老娘就是要回自己应得的东西。宝丫那么大一丫头，就这么白给你们家了，凭啥啊？翠花姐，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周翠花是淝水村出了名的泼辣蛮横，急起来连自己人都打。何春秀，关你什么事儿？此一时彼一时，你懂不懂？可那天早上，翠花姐你都应了，还有那老多村里人作证，你咋能反悔呢？咋，有人作证就成了？当初宝丫归我们陈家养，
那是经过刘礼正应允立了字据的。当时刘礼正有不知道，那就不算数，我还就反悔了。怎么着吧？今儿个话我撂着了，你要么找刘礼正来，保鸭归谁家的问题，咱们重新算；要么你们家就直接拿出半只羊来，保鸭的事也就算是解决了，往后保鸭就归你们家，我也不说啥了。哼，羊是没有了。周翠花，你前2天说的话都不算数，我要把羊肉给你了。下回我们家再有别的肉，你一个死不要脸的还敢来？切，爱信不信，不信拉倒。羊弄钝了，那就折合成银子，但一头羊50两算，你们咋也得给我25两。周翠花，你是真可碜人，想要银子你就直说，上下2片嘴唇子一碰，净放门屁。赵之兰是真觉得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跟着不要脸的泼妇在这搞骂战。周翠花不觉得丢人现眼，她自己都觉得掉价。银子我们家是没有，就是有也不会给你。你要是非得跟老婆子我这胡搅蛮缠，咱就去把刘礼正请过来。保鸭的事咱们重新算，正好保鸭那2亩地，你好像还没给保鸭呢。好，走，叫刘礼正去。要我说，周翠花你就算了吧，刘礼正向来公正，真把他请来，你也落不得好去。轮不着你管闲事，老娘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啥保鸭那些丫头一到云家就有肉吃了？那还不是你们自个儿不记得，虐待孩子。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给你养，你还不见得养得好。都谢谢，刘礼正来了。保鸭的事儿，云家大媳妇都跟我说了。周翠花，你要是乐意重新算，我就给你们从头捋这笔账。算，谁怕谁了？我周翠花行得正，坐得直，我不占人便宜，但你们也休想占了我的便宜去。刘礼正可不知道周翠花是怎么想的，只好把当年的字据拿出来。更有32年，淝水村孤女保鸭，交由陈家陈长水和周翠花抚养，另附2亩田地，由陈家夫妇代为耕种，直至保鸭及其交还。如若中途弃养或转交他人抚养，保鸭的2亩田地一并转走，或交还给保鸭本人。白纸黑字，你看这是当时你自己按的手印。周翠花看见那白纸黑字，还有红彤彤的手印，傻眼了。但要是就这么算了，那她也就不是周翠花了。那不成，我就是个不识字的村妇，手印是我按的不错，可我哪知道你们写的是啥，还不是由着你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子，说啥是啥吗？刘礼正被他这话气得差点背过去。周翠花，你还别撒泼，也别觉得没人治得了你，你不服咱就县衙门见，我倒看官老爷要咋判。切，懒得费那劲。听到要见官，周翠花到底是怂了，但她脖子一梗，又想出一套说辞。就算田地划归云家了，那保鸭吃的饭咋算？平时穿的用的咋算？2亩地抵得了吗？算，老婆子我今儿就给你算个明白。如今是荒年，咱也不往多里说，1亩地就按500斤粮食算，2亩地也有1000斤的收成。那保鸭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一天能吃多少粮？1天1斤粮我都是多说了，就按1天1斤粮，那1年也才300多斤，剩下的700斤兑换成银子也足够他吃穿用度了。你个坏了心肝的玩意儿，还能白捞不少。这一笔账算下来，周翠花是彻底傻眼了，这么详细的账她还真没算过，抹了一把汗，有点心虚。我真的捞那么多吗？可我咋没感觉呢？哼，周翠花，这账也算清楚了。保鸭你既然不养了，那2亩地何该还给保鸭，让云家替保鸭种着，你没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2亩地都归云家，田契回头我就给赵老太。周翠花她想有意见，可是不敢提。她瞧着赵之兰那双眼放光的模样，生怕自己答应的慢了。赵之兰喜咬着她不松口，让她把自己这2年多赚的分量还回去。娘，那我是不是这回彻底和陈家没关系了？是，我们保鸭是云家的娃了，是娘的好闺女。保鸭最喜欢娘亲了，也最喜欢奶奶，喜欢伯伯、伯娘、哥哥姐姐。赵之兰和李荣月几个人都被保鸭逗笑了，刚才的气也瞬间烟消云散。行了，这一大早闹的，都进去吃早饭吧。吃完了今儿得去趟镇里，保鸭昨天带回来的羊肚菌的抓紧拿去镇上卖掉，不然放久了就不新鲜了，回头卖不上价。几个人吃过了早饭，赵之兰就带着保鸭还有程璐和李荣月一起出发了。保鸭，你这编的是啥呀？保鸭其实也不知道，他拿过毛毛草在手里绕来绕去，不知不觉就编出来了。保鸭，来给奶看看你编了个啥东西。给。赵之兰接过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这不是保鸭来家前1天晚上梦里那个会发光的神兽吗？奶的大宝贝儿手嫩巧呢，这小神兽编的真好看。奶，这是神兽啊，怪不得我没见过。保鸭，你从哪学的？保鸭他想说自己本来就会，
但是感觉二伯娘应该不会信的。宝丫拉着小脑瓜想了想，我做了个梦，梦见的。这不就巧了，我家宝丫说不准真就是天上的小神兽来着。几个人说说笑笑，一转眼都能看见平安镇城的大门了。来，到了。宝丫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隐隐约约瞧见平安镇的巍峨的城门耸立在还未散去的晨雾之中，开心地叫了起来。到了，等会儿卖了杨督军，来给宝丫买新衣裳去。正说着，牛车却突然停了下来，坐在前面赶车的钱大才一脸为难地回过头来看着几个人。老婶子，前边有辆马车堵着路呢，咱们过不去了。咋回事？看看去。程璐，你看着妹妹点。二哥哥，我们也过去看看吧。呵。此时赵芝兰已经和马车夫问明了情况，原来是这地段有一个深坑，他们的马车轮子不小心卡进里面了。劳烦你们稍等一会儿了。不碍事，晚点就晚点，反正我们进城也不急在这一时。赵芝兰和李荣月跟那马车夫搭话，宝丫被云城路牵着也走了过来。小丫头第一次看见马车，新奇得很，正缩着手指仰头盯着看。宝丫正看呢，冷不防车窗的帘子被人从里面掀了起来，自马车窗口露出来一张白嫩可爱的小哥哥。哎呦，小少爷，您这可吹不得风。赵勇，我没那么娇气。那你也少说几句，回头着了风更没有食欲了。知道了。似乎是被马车夫扰了兴致，小少爷没有跟宝丫说话，悻悻地把车窗帘子放了下去。宝丫，在外面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跟你差不多大的男娃娃。为什么呀？谁知道他是安了什么心，小心把你拐了去。宝丫是我妹妹，怎么能对着别的男娃子笑得那么甜呢？哦，那没关系的，我刚刚没和那个小哥哥说话，我们就笑了笑。等了这么半天，宝丫想去找赵芝兰问问他们什么时候能走，结果他自马车旁边经过，一眼瞥见那陷进深坑里的车轮子，就明白了。前有西楚霸王举鼎，千古留名；今有宝丫徒手抬马车，震惊世人。宝丫抬完了马车，若无其事地拍了拍手上的土，朝赵芝兰和李荣月那边走去。奶，哎，宝丫，咋的啦？奶，咱们怎么还不走呀？因为他们的马车先进坑里了，走不了，堵了路，咱们的驴车也过不去了。可是奶，你看马车轮子好好的呀。赵芝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见那马车轮子好好在深坑边上呢，根本就没掉进去。赵芝兰疑惑了一会儿，顿时就把前因后果想明白了。这肯定是小丫头等得不耐烦了，就自己使劲把车抬上来了，只顾着跟二媳妇说话，也没注意那车夫。不知道宝丫挪马车被人看到没？宝丫，奶上回咋跟你说的？这大街上万一过来个人看见你了咋办？奶，没人看见我，我抬车之前都看好了。行吧，那咱们这就进城去，但是下回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可不许这样了。知道了。宝丫嘴甜，哄得赵芝兰立马就眉开眼笑的过去茶摊跟马车夫说话去了。你叫宝丫，刚刚马车是你抬的？不是吧，我这就暴露了吗？可是刚才没人呀。等等，不对不对，小哥哥他原本就坐在马车里呀。宝丫彻底懵了。怎么办？刚才奶还说千万不能被人看见呢，小哥哥会不会拿我当妖怪呀？你怎么了？荣鹤见宝丫一脸苦恼的表情，猜测她大概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嘛，被吓到了。你别害怕，我只是想谢谢你。谢谢我吗？我叫荣鹤，是平安镇上药仙堂的小少爷，你可以叫我荣哥哥。荣哥哥。不管怎样，你帮了我们，爹爹说了，滴水之恩，须得报以涌泉。但是我现在没有泉水报答你，我只有红豆轩的糕点送给你吃。宝丫其实还记得云城路跟他说过的话，不能跟不认识的男娃娃说话。但是这个荣哥哥有糕点啊，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好像是饿了。那好吧。宝丫咽了下口水，禁不住美食的诱惑，欣然答应。荣哥哥都知道我的名字了，还介绍了他自己，那么我们就不算陌生人了吧？于是馋嘴的小丫头一伸小手，被荣鹤拉进了车里。
吃吧，你要是喜欢吃，这些都给你。真的吗？这些都给我吗？反正我也没胃口，吃不下，你要是不吃，放着也是浪费。谢谢荣哥哥。宝丫乖乖道了谢，这才伸手拿了一块糕点，是一块红豆糕。太好吃了，这么好吃的糕点，为什么荣哥哥会说没有胃口呢？宝丫一连吃了3块，见碟子里的红豆糕下去一小半，虽然还想吃，也还是停住了，生怕被别人讨厌。这就不吃了嘛，你要是爱吃，我给你带上吧。宝丫很想要的，但还是摇了摇头。红豆糕这么好吃，肯定很贵的，我都吃了荣哥哥3块了，不能再把剩下的带回去了。没事，这种点心我家里有很多的，况且你不带走的话，我也不想吃，就只能丢掉了。宝丫一听说要丢掉，顿时瞪圆了一双大眼睛。别呀，这么好吃的点心要被丢掉，红豆糕该多可怜啊！那你怜悯他们，就把他们都带走吧。荣鹤说着，已经动手把碟子里的糕点都一一装进了纸袋子里，递给宝丫。宝丫接过来2袋子糕点，开心的眼睛都笑没了。谢谢荣哥哥，荣哥哥你真好。宝丫拿了荣鹤的点心，趁着马车夫没留意这边，一溜烟就从马车里窜了下去。宝丫，你咋从马车里下来了？这2大袋子是啥呀？奶，这是荣哥哥给我的红豆糕，可好吃了。宝丫，咱们拿了别人家的东西，可不兴白拿，回头等咱们买了好吃的，你也要和人家分享。赵芝兰不知道荣鹤为什么突然给宝丫点心吃，但是她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是一向很重视的。奶，我记住了，我和荣哥哥交了朋友，回头我们卖了羊肚菌，买了好吃的，宝丫就去谢谢荣哥哥的点心。哎，这就对了。云城路见宝丫怀里抱着2个大袋子，一脸惊奇。宝丫，你怀里这是啥东西呀？是好吃的点心呀，二哥哥吃。宝丫特别大方，将其中一个纸袋子直接递给云城路，又把另外一个递给赵芝兰。奶，二伯娘，你们也吃呀。赵芝兰和李荣月都舍不得吃，想拿回去给家里的其他孩子们吃。云城路毕竟还是孩子，接过纸袋子就捏了一块塞进了嘴里，大口嚼着。宝丫，你这点心是哪来的？是荣哥哥送给我的呀。荣哥哥是谁？就是刚才坐在马车里的小哥哥。云城路听到是马车里的小哥哥送的，嘴里的点心突然就不香了。二哥哥，你怎么了？云城路差点被噎死，嘴里的点心吐也不是，咽也不是，他纠结了半天，才把嘴里的点心咽下去，然后就把纸袋子塞回了宝丫怀里。二哥哥为什么不吃了？不好吃吗？我不爱吃甜的。哦，甜甜的点心多好吃呀，二哥哥为什么不爱吃呢？平安县的不算特别大，叫得上名号的酒楼饭馆就那么2家，一家叫克莱香，一家叫隐客居。赵芝兰也不知道该去哪一家，就把名字说了，让宝丫来选。克莱香、隐客居。宝丫缩着手指头，歪头想了想，去克莱香吧。行，那咱们就去克莱香。宝丫，你告诉二伯娘，为什么选克莱香啊？因为这个名字里有个香字啊，做的菜应该也比较好吃。宝丫回答的特别认真，赵芝兰、李荣月和云城路都笑了。于是4个人一路去了克莱香。几位要吃点什么？这位小哥，我们不吃饭，就是有点东西，想问问你们这店里收不收？不吃饭还是来买东西？不收不收，买东西去东单市场，我们这里是吃饭的地儿，不收东西。你都还没看是什么，就说不收呀？万一你们老板想要呢？你们卖什么我都不想要，我们克莱香可是平安镇数1数2的大酒楼，还能缺你们卖的这点东西吗？走，赶紧走，一群土包子能有什么好东西？你看这是什么？可是钱总会花完的呀，宝丫不用穿这么好的衣裳，只要保暖就可以了。傻孩子，钱花完了还能再赚的。宝丫这么乖巧听话，奶花点银子怎么了？我们宝丫不比银子重要吗？原来我比银子还重要啊！走，赶紧走，一群土包子能有什么好东西？你看这是什么？看，羊肚菌，你们收不收？
羊肚菌可是特别珍贵的食材，不单单是食材，还能入药。这种菌菇一般都是春夏之交才有，怎么现在都入秋还有，而且还长得这么好的羊肚菌？怎么样，你们收吗？收，当然收。前2天还听老板说，药仙堂的掌柜来我们这里订了一道药膳，其中主要的食材是就这羊肚菌。小二盯着羊肚菌，眼睛放光，透露着贪婪。这不是瞌睡有人送枕头吗？老板看到这羊肚菌肯定重重有赏，这次发达了。几位先到这边坐，我得去知会我家老板一声，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怠慢了。赵之兰见他态度和缓，也愿意收他们的蘑菇，也没再计较。这小二前后态度转变也太大了点，刚才还爱理不理的要赶人，这会子又把我们奉为座上宾，这羊肚菌到底值多少两银子啊？赵之兰正在闹心，门口已经响起了脚步声。方才小豆子说的要卖羊肚菌的人就是你们吧？赵之兰手里还捧着刚才那小二给他们倒的茶，见他问话都有点紧张的不知所措，赶紧放下手里杯子。对，就是我们，你就是这棵来香的老板吗？是我叫朱七，老婶子贵姓。老婶子，你们不用紧张，咱们就是谈生意，这做生意嘛，不论买卖大小，也不论双方贫富贵贱，主要是看需求，看买卖双方合不合得来。是，朱老板说的是，我姓赵，这位是我儿媳妇，这2孩子是我的孙子孙女。赵之兰也是没有想到，这个朱老板人挺不错，不摆架子，反而还让他们不要紧张。那赵婶子，咱们先看看货吧。赵之兰就把那放在桌上的篮子小心翼翼的露出里面保护上好的一丛羊肚菌。真不错，这羊肚菌品相好，长得上，而且还这么一大丛，太难得了。那朱老板，这些蘑菇能卖多少钱啊？我方才数了一下，一共52个。一般这种羊肚菌要是卖到药铺的话，是1两银子一颗。那就是说，我们这些羊肚菌能卖到52两银子。不过朱七话音一转，赵之兰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不过看老婶子你们应当不是平安镇上人吧？一路奔波辛苦了，这羊肚菌我出60两，凑个整。60两。奶，朱老板刚刚说多少？赵之兰还没从震惊里回过神来呢，倒是朱七微笑着回答了云城路的话。60两，怎么小兄弟嫌少了吗？不少，是朱老板给的太多了。虽然他大哥跟他说过这种羊肚菌值钱，但是在得到朱七的报价之前，他一直都没什么概念的，甚至觉得这种长相奇怪的蘑菇能卖出去就不错了。不多，都是你们应得的。朱老板，这可使不得，您该给多少就给多少，52两不少了，我们不能多拿。赵之兰不是个贪心的人，他一向安守本分，不贪小便宜，认为像这样踏实做人，哪怕是现在穷了点，往后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的。赵婶子，您也不必推让，我这多出来的8两银子，就当是给这小丫头的。给宝丫的。听到是给宝丫的，赵之兰、李荣月和云城路3个人都愣住了。不错，这小丫头吃东西太香了，认真吃东西的样子也讨人喜爱，我觉得我俩很合眼缘。跟宝丫合眼缘？朱老板这是要干什么？赵婶子别误会，我说宝丫跟我投缘，没有别的意思。如您所见，我就是个厨子出身，如今空有一身做菜的本事，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我见宝丫这么好吃，甚是喜欢。她若是有兴趣学习厨艺，我乐意收她为徒。原来是这样，承蒙朱老板看得起我家宝丫了。只是宝丫现在还小，收徒学艺的事情还真得往后再说了。宝丫现在还不到5岁，赵之兰只想让她无忧无虑，开开心心的长大。奶，你们是在说我吗？宝丫吃的小腮帮子鼓鼓的，嘴唇边上还沾了一些点心屑，像只啃萝卜的小兔子，别提多可爱了。朱老板说你好吃相，夸你是个有福气的孩子呢。我确实很喜欢吃东西呀。朱伯伯，您也很喜欢吃东西吗？哈哈哈，朱伯伯也喜欢各种好吃的，以后宝丫再来玩，朱伯伯请宝丫吃。这小丫头真是太对我胃口了，哪怕不能收她为徒，能看着她吃自己做的菜，都是一种享受。朱七话已说开，赵之兰就不好再推辞，然后拿了银子，又跟朱七寒暄了几句，几人就离开了克莱香。咱们先去趟成衣铺，给宝丫买身像样的衣服，再扯几尺布，给宝丫做几身新的。如今有钱了，就不能苦了孩子了，更何况这银子还是托了宝丫的福才赚到的。宝丫很懂事，她摇摇头，伸出一根手指头，比划着。
宝丫有一身衣裳就够了，奶可以扯布，给自己做一身新衣裳，给哥哥姐姐、伯伯、伯娘们做新衣裳。他说的特别认真，赵芝兰和李荣月都欣慰的笑了。这么好的孩子，周翠花那个傻婆娘，咋就舍得虐待孩子呢？4个人很快到了成衣铺子，给宝丫挑了一身水蓝色绣牡丹的袄裙，还给配了兔绒的毛领和护腕，别提多好看了。宝丫好像福娃娃。臭小子，手给你欠的，别乱扯你妹妹头发，扯乱了咋办？奶，你咋这偏心啊？你自己还不是没事就揪揪宝丫的头发吗？我哪跟你一样没轻没重的？切，奶你这是重女轻男。宝丫见他俩你一言我一语，赶紧去拉拉赵芝兰的袖子，又晃晃云城路的衣角。奶，二哥哥，你们别吵架呀，我的小啾啾给二哥哥摸，摸不坏的。好，奶不吵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给宝丫买过衣裳和凉皮布后，赵芝兰又去了肉铺买了10斤猪肉和一些糕点。衣裳300文，凉皮布是50文，猪肉是400文，还剩下宝丫一边走一边念叨着算账。宝丫，你这嘀嘀咕咕的算什么呢？我想算算咱们还剩下多少银子了。二哥哥，奶给我买的衣裳太贵了，跟10斤猪肉的价钱都差不多了，咱家哪有钱给我买这么贵的衣裳啊？傻宝丫，咱们不是刚刚才赚了60两吗？不怕没钱？可是钱总会花完的呀，宝丫不用穿这么好的衣裳，只要保暖就可以了。走在前面的赵芝兰听了，心里就是一酸。傻孩子，钱花完了还能再赚的。宝丫这么乖巧听话，奶花点银子怎么了？我们宝丫不比银子重要吗？原来我比银子还重要啊！宝丫亮晶晶的眼睛眨了眨，以前从来没人跟她说过这种话的。奶待我可真好，我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银子，养奶奶，养爹娘，也养哥哥姐姐和伯伯、伯娘，养所有人。小丫头还不知道，其实哥哥姐姐和伯伯、伯娘以后是不用她来养的。说着笑着，他们又去粮铺买了100斤的杂米和50斤的豆子。老嫂子，你们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钱大才看见这一大堆的东西，眼睛都看直了。余家这是发财了吧？就卖了点东西，这不快过冬了吗？多准备点东西。好在钱大才是个老实人，没啥坏心眼，要不然这老弱妇孺可就危险了。几人装好了车，钱大才就赶着驴车载着几人回平水村。宝丫那个死妮子，竟然还穿新衣裳了！呵呵，不好好在家干活，还有胆子跑去云家混了。这个老太婆明明是个穷光蛋，她却买了一马车好吃的，而且还拿了10斤肉给了马车夫。门口站着的儿媳妇都惊呆了。娘，这些东西都是咱家的吗？可不，都是咱们的。那这得花多少钱啊？王彩莲还是担心花钱，毕竟他们没分家，每个月3家都是按一定比例上交给赵芝兰生活费的。没多少，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咋咋呼呼的跟门口就喊，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王彩莲一捂嘴不说话了，闷头跟着云家3个儿子卸车搬东西去了。娘，上看的宝丫差点就认不出来了。小宝丫一身水蓝绣牡丹的袄子，头上还扎2只小兔兔发带，像极了富贵人家的小娃娃。娘有没有想宝丫啊？宝丫和奶奶、二哥哥、二伯娘买了好多东西回来呢。好啊，宝丫可真棒。走，咱们进去说去，你2个姐姐等了你1天了。云家人卸完东西后，都来到了云家堂屋询问老太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银子一共是58两，都是今天我带宝丫他们卖羊肚菌赚来的。原本是卖了60两，给宝丫买了身衣裳，也快入冬了，又买了凉皮布，打算给你们每人做一身棉衣。其余的还有10斤猪肉和一些粮食等杂七杂八的，一共花了1两银子。赵芝兰说完了，就从大郎和王彩莲脸上开始看过去，把3家大人的表情都看了个遍，见他们没人搭话，这才又继续说，还剩下这58两呢，有8两我得给宝丫，因为这是人家收养赌军的朱老板，觉得和宝丫投缘，特地给宝丫的，你们都没意见吧？李荣月就不必说了，都挺赵芝兰的，云家大郎二郎自然也没啥意见，
但王彩莲眼珠子转一转，还是心里觉得不爽快。娘，我也没啥意见，但是那剩下的50两，您打算咋整？王彩莲的意思是，要不然就赵芝兰自己留点，剩下的3家分一分，也算是公平了。你说呢？赵芝兰一看王彩莲的两眼放光的模样，就知道她打的什么鬼主意。如今咱家啥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既然没分家，都在一起过日子，那就得为这大家想想。这马上就入10月了，天越来越冷，三郎他们住的东厢屋顶的茅草就剩下薄薄一层，二郎西厢的门坏了个角，到今儿个都没修呢。赵芝兰一边说着，一边把数出8两银子递给了坐在她旁边的何春秀，然后把剩下的50两重新包起来。彩莲啊，你跟大郎住正房西屋，再怎么说咱们家正房是压了瓦的，你不能不替你弟妹他们2家想想。老太太我自认为待你们都不薄，这50两咱们就修房子，再囤点过冬的粮食和菜，余下的攒起来不好吗？王彩莲不说话了，赵芝兰的话戳到她心坎上了。她现在确实有了为自己小家攒点家底的念头，毕竟程福和程璐越来越大，分家是早晚的事。我知道你心里想啥，老婆子我一把年纪了，就这么3个儿子，攒下来的钱还能便宜了别人去吗？到时候不管老婆子我攒了多少家底，还不都是你们的？那奶咋办？奶把钱都给我们了，奶花啥呀？赵芝兰愣了，王彩莲也愣了，围坐在一起的大人们都愣了，谁也没想到宝丫会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宝丫可真是奶的乖孙女，奶有钱花，别替奶操心。宝丫眨眨眼睛，不知道为什么赵芝兰刚才还好好的，现在突然抹起眼泪来了。她伸出自己白嫩的小短手，去给赵芝兰擦眼泪。奶别哭，宝丫给奶钱花。好，哪有宝丫呢？赵芝兰看着她那副认真的模样，哭笑不得。而对面王彩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都恨不得扎进桌子底下去。还好没有明说要分钱的话，要不然这人就丢大发了。娘，我回来了。哎呦，娘的宝贝儿子咋回来了？来，让娘看看，去了这么些天鹅收了没有？这废物哥哥上次回来能有5天吗？娘至于吗？娘，我刚看见云家老太太带着宝丫做钱大菜的牛车回来了，你把宝丫给云家了吗？娘的好大儿，你刚才说啥？赵芝兰那老不死的带着宝丫做钱大菜牛车回来的，他们去哪了这是？陈诚才把他今天看到赵芝兰买了一车东西回来，又给了钱大才1块肉的事说了一遍。这云家不声不响的，是闷是发财了，不然哪舍得买这么多东西回来？小娟，咋了，娘？陈小娟麻利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到周翠花身边去了。啥事呀？你明儿个去云家找宝丫玩去。啊？陈小娟傻眼了，周翠花让她去找宝丫玩，那就是蛤蟆长毛，不可能的事。你去问问宝丫，他们家去镇上都买了啥，哪来的钱？哦，知道了，娘。去玩去吧。哼，凭什么宝丫一到云家就发财啊？这钱得有我一份。这才像个吃饭的样儿，我光看着宝丫吃都觉得香。宝丫这顿可没少吃，3个贴饼子，1大碗粥，还吃了1大碗猪肉粉条。奶，宝丫吃东西跟那小兔子似的，小嘴吧唧吧唧嚼得可快了。月月低头拿筷子戳着自己碗里的玉米面粥，听见赵芝兰和云花的话，就一脸不高兴。吃得多也爱夸，奶和姐都偏心。她那么吃，早晚胖成猪。云月声音小，赵芝兰坐得远没听见，宝丫却听见了。四姐姐，为什么多吃饭就要胖成猪呀？我又没有猪吃的多。你是没有猪吃的多，但是你比二哥哥还能吃，不胖成猪才怪。到时候看你还怎么穿好看的新衣裳。哼，我不跟饭桶说话。云月把碗用力往桌子上一磕，起身跑走了。三姐姐，四姐姐她怎么了？我只是多吃了2个饼子，为什么四姐姐要生气呢？没事，她闹别扭呢，你别管她，等会儿就好了。宝丫盯着云月的背影看，她看了一会儿，似乎想明白了。我知道了，三姐姐，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衣裳，可是还穿了四姐姐衣裳没还她呢，她肯定要不高兴了。你跟来干啥？你笑啥笑？云月盯着宝丫头上那对雪白毛茸茸的兔绒发带，心里酸得很。四姐姐，你别生气了，你刚还说不跟饭桶说话呢，那你还跟我说话干嘛？
云月一愣，也嗤的一声笑了。哼，你是不是傻？我说你是饭桶呢。陈小娟也说我是饭桶，我吃的多，被叫饭桶也没啥吧，只要四姐姐别生气了。云月被宝丫这话噎住了，她觉得宝丫就是故意来讨好她的，可是宝丫小脸上的表情认真，不像是故意讨好的样子。哼！宝丫见云月不说话，想了想，把自己的兔兔发带摘了下来，放到云月手心里。四姐姐，我们一人一只好不好呀？宝丫刚才看云月一直盯着她的头上看，感觉云月应该是喜欢她的兔兔发带。你真给我？四姐姐喜欢吗？我才不喜欢呢，买给你买的，我不要。云月说不要，却没有把东西还回去。来给我买的，是花的我的钱，我就想跟四姐姐一人一只，这样我们一出去，别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姐妹了。才不用呢，不让别人也知道。云月脸上热烫烫的，她好像又被宝丫给哄了。来买了好看的花布，说要给我们做衣裳呢，我们一起去挑花布好不好？奶还给你和三姐姐买了红头绳，编花样，带小铃铛的，可好看啦。云月彻底气不起来了，她揉揉眼睛，被宝丫拉着去正屋挑花布去了。开有花谢花满天，十里胡言又胡弦，朝朝有暮暮朝暮间，却难勾勒你的脸。宝丫，你在干啥？娘，做豆腐要把豆子都碾碎吗？碾碎了，成了浆，才能点卤水。那都碾碎了，它怎么能成块呀？那你看着不就知道了吗？小脑袋瓜里一堆问题，等会儿让你爹给你浇一碗甜豆浆喝。好呀。一听有豆浆喝，宝丫眼睛都笑得眯起来了。原来豆浆是用黄豆磨出来的呀。对呀，宝丫以为呢？我还以为就是黄豆泡出来的水呢。何春秀笑了，一旁云三郎也笑了。2分半后，何春秀拿碗去盛了一碗豆浆，还给宝丫加了不少白糖。宝丫来尝尝怎么样？宝丫端起碗来，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娘，豆浆好好喝啊！宝丫坐在小凳子上，不一会儿，一大碗豆浆很快见了底。娘亲做的豆浆太好喝了。宝丫捧着空碗，何春秀就又给她盛了一碗。喝完这碗可不能再喝了，等会你爹还要做豆花呢，小肚子灌饱了该吃不下了。剩下的给奶他们留着，宝丫的小肚子还能盛下好多豆浆和豆花呢。但是爹爹和娘就做了这么些，我都吃掉了的话，那其他人就没得吃了。等宝丫开始喝第2碗豆浆的时候，赵芝兰和另外3个孩子也起来了。云成路揉着眼睛从西屋出来，一眼就看见坐在小桌子边上喝豆浆的宝丫，吃了一惊。宝丫，你怎么天天都起这么早？不困吗？云成路现在起来都还犯困呢，宝丫不到5岁的小娃娃，竟然精力这么充沛。二哥哥，我想看娘他们做豆腐呢，就睡不着了。爹爹浇了豆浆，还热乎着呢，你快来喝呀！3个孩子围着桌子喝豆浆。宝丫已经喝完了，见他爹爹已经把原浆下锅熬煮，就颠颠跑过去看了。奶，这就叫点豆腐啊？对，等会儿点好了，先盛出来点豆花给你们几个娃娃吃。可是奶，你也没点他呀，为啥要叫点豆腐呢？赵芝兰简直哭笑不得，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宝丫伸出小手指头，隔空在锅子上一点一点的点豆腐，点出一锅白豆腐。宝丫一边念念叨叨，一边对着锅子一指一指的。奶，这下好了，我点过他们了，这样才叫点豆腐。 3人看着小宝丫认真的小模样，都被逗笑了。这孩子咋能这么可爱呢？我们宝丫点的可真好，来给你们盛豆花吃。今天这顿早饭，宝丫可算是吃个过瘾，甜豆浆、咸豆花都吃过了，等中午还能吃到奶他们做的白豆腐，只要想一想，她就很开心。奶，我们去山里摘野葡萄了，可不许走太深了。程路，你小子要是敢带他们进尸山，老婆子我打断你的腿。赵芝兰是还后怕之前程路带宝丫上山的事，云程路大步流星走在前头，头也不回，晃了晃手。
知道了，我们上山脚下捞鱼去。山路坑洼不平，云城路手里握着个树枝，在前面开路。4个人有说有笑的上了山，而昨个得了周翠花吩咐的陈小娟，一大早就悄悄猫在了云家后门口，就等着看宝丫他们今天要去哪玩呢。怎么办？得想个主意，把宝丫单独引开，才好去问，不然还没开口就得让云城路给赶走。这几年大旱，河都浅的只能堪堪没过小孩的大腿根。云月看着漫山遍野光秃秃的，都是大石头，就有点沮丧。这光秃秃的哪来的野葡萄啊？云花和云城路在河边拿自制的鱼篓子在河里搅来搅去，宝丫就带着云月在附近转悠，找野葡萄。宝丫，你干啥呢？我在探这附近哪里有野葡萄，能探出来吗？能，我们走这边。看宝丫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云月赶紧跟上。宝丫不知为何，只要来山上，她就像有感应似的，觉得这边可能有野葡萄，那边好像长着蘑菇，在那边应该会有野兔子，反正就是哪哪都有好东西，而且都是能吃的好东西。2个人走了不一会儿，宝丫就停下了，小手在一堆枯叶里扒拉着，不一会儿竟然真的扒拉出一颗野葡萄秧来，上面还挂着4串饱满圆润的野葡萄。哇，宝丫你真是神了，还真的有。那是呀。宝丫把4串野葡萄都摘下来，1串递给云月，另外3串拎在手里。走，我们回去找2哥哥和3姐姐。藏在暗处的陈小娟见这2人落了单，就从口袋里掏出来半块桃酥，这是早上她出门的时候周翠花塞给她的，让她拿给宝丫吃，套宝丫话用的。反正宝丫就是个吃货，有吃的肯定问啥说啥。本来桃酥是1整块的，陈小娟不舍得都给宝丫，就自己偷偷先吃了一半，还往剩下半块上吐了好几口口水。宝丫，你等会儿。你干什么？给你桃酥吃。看见他递过来吃的，云月一脸警惕地把宝丫拦在身后。宝丫，你别信他的。陈小娟啥样子，云月还是知道的。陈家重男轻女，厉害得很。平时周翠花有啥好吃的、好穿的都给陈成才了，哪有陈小娟的份？宝丫，别信他，他这桃酥不知道是咋来的呢。宝丫自然也是不信陈小娟的。她在陈家的时候，陈小娟可没少欺负她，逼她大半夜的挑水洗衣裳，还抢她的馒头拿去喂鸡。我不要。宝丫这个小吃货，竟然连桃酥都不要。你拿着呗。怎么着，去了云家了，就要跟我这个姐姐断绝关系了吗？我跟你有关系吗？周婶子收养我的时候，你不是不让我叫你姐姐，周婶子也不让我叫她娘吗？陈小娟噎住了。之前宝丫在她家的时候，她嫌弃宝丫又笨又能吃，从来不许宝丫叫她姐姐的。云月看陈小娟这副样子，可得意了。女孩子之间就爱比较，云月之前在吃上是比不过陈小娟的。陈家毕竟孩子少，陈成才隔3差5的一回家，周翠花就给他做好吃的。虽然陈小娟吃不到，但这不耽误她去和云月吹牛。陈小娟，我看你就是嫉妒吧。宝丫现在是我妹妹了，跟你没有半文铜钱的关系。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就让我2哥哥打你。宝丫这个喜妮子，如今有了云家人撑腰了，竟然连我给的东西都敢不要，还敢拿话噎我。想归想，陈小娟一开口，还是放软了语气。云月，我不是要欺负宝丫，我就是来找宝丫说2句话的。你先上一边去。我不，那我就跟你耗着，咱们记得谁也别想走。陈小娟就张开小手拦住了云月和宝丫的去路。云月哪里怕她，拉过宝丫就要绕过她去，哪知陈小娟伸手一下子拉住了宝丫的衣摆。你给我站住！明明就是个饭桶，还敢不听我的话了？陈小娟使劲一拽，本想把宝丫拖个跟头，结果宝丫纹丝不动，她自己倒摔了个屁股墩儿。宝丫打人啦！呜呜，来人啊！你别喊，明明就是你自己摔倒的。陈小娟不听，呜呜的哭得更大声了。云月着急了，就想上去捂陈小娟的嘴，被宝丫一把拉住。4姐姐，别管她了，我们去找3姐姐和2哥哥吧。云月看了一眼坐在地上嚎得厉害的陈小娟，也顿时明白了，他们是在山上，离村子好远呢，任陈小娟再怎么哭，也没人听得见。好。云月拉着宝丫的小手，2个人转身就走。陈小娟见2人扭头就走，陈小娟立马不哭了，但她看着宝丫的眼神也变得恶毒起来。眼见宝丫和云月就要走远，赶快从地上爬起来，
卯足了劲，像个小炮弹一样朝宝丫撞过去。8岁的小姑娘说撞就撞，5岁的小姑娘说飞就飞，旁边的小姑娘都看懵了。陈小娟，云月刚才正拉着宝丫往回走呢，陈小娟突然撞过来，就把宝丫给撞没了。这可咋办啊？陈小娟，你把宝丫撞哪去了？你骗我妹妹！云月这哭功可不是一般孩子可比的，打小她还在吃奶的时候，那一好起来都能吵得全家连带邻居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我告我奶去，你把宝丫弄没了！云月死拽着陈小娟的袖子不撒手，眼泪跟决堤的洪水似的往外冒。陈小娟也被吓得不轻。我就是撞了宝丫一下呀，咋就能把人给撞没了呢？你别好了，我给你把宝丫找回来。云月再这样哭下去，说不定就把云城路和云花都给喊过来，那我就完了。陈小娟在宝丫飞出去的地方扒拉了2分半，什么都没找到。陈小娟，给我把宝丫找回来，不然我跟你没完。陈小娟恼然而疼，但是她刚想去捂云月的嘴，就看见云城路和云花朝这边跑了过来，她害怕了，转头看了一眼身后林木茂密的虎牙山，一咬牙，一猛子往山上扎了进去。你给我站住！你还我妹妹来！苹果甜甜脆脆的，汁水也很多。她在软垫上坐下来，专心吃着苹果，一时间竟然把刚才的事情都给忘记了。这个白衣小哥哥好眼熟啊，之前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吃了我的箭靶子，赔我。是这个吗？宝丫收了神，把手里半个没啃完的苹果举高了给少年看，赔我，不然别想走。少年等着面前这个突然从上面掉下来的小傻妞被自己吓哭，然而宝丫并没有哭，她把苹果收回来，毫不客气地啃了一大口。对不起呀，小蝈蝈，我身上米有能赔你的公鸡，你跟我回家去拿吧。少年是不可能跟着小傻妞回家的，他跟着师傅常年躲在山上，就是怕被那些人找到。不过见宝丫竟然真的不害怕，他也不想再继续逗她了。跟了师傅这么多年，师傅才带我来练武宝地的。这处秘密洞穴，除了我经常走的那条密道之外，洞顶的那处机关据说已经有好多年没人碰过。这小傻妞也不知道该说她是运气好还是运气背。宝丫仰着头，见白衣小哥哥冷着脸一言不发，就把他吃完的苹果和用帕子包起来，塞进自己的小荷包里。宝丫不想把这里弄脏。不是，这小丫头苹果都吃完了，果核都要带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小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下次再来拿好吃的点心赔给你好不好？这小傻妞竟然还想有下次。密洞顶的机关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触发的。小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好像在梦里见过你呀。就在刚刚，宝丫一边望着这个小哥哥，一边啃着苹果，突然就想起来了，这个小哥哥就是他经常做梦到的神仙小哥哥。那是你睡傻了，这小丫头还真是个小傻妞，竟然拿做梦这种东西来和我套近乎。没有呀，小哥哥，我们之前在哪见过吗？没有。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见过了，以后宝丫还来这里找你玩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宝丫看见这个小哥哥就特别想来找他玩，或许是因为在那个奇怪的梦里，这个神仙小哥哥总是喂好吃的肉给他吃吧。你叫宝丫？小哥哥，你叫什么啊？少年看着宝丫可爱的小模样，就要沦陷的时候，突然想起师傅的话，让他不要和人过多的接触，更不要和虎牙山下这个村子里的人有什么瓜葛。要你管。小哥哥，你不要这么凶，会没朋友的。少年确实没朋友，他和师傅隐居在虎牙山深处，每日除了来这里练剑习武，就是在深山里跑。你就把名字告诉我吧。二哥哥不让我和陌生的男娃娃说话，可是我跟你说话了，要是被二哥哥知道，他会生气的。那又怎样？但是如果小哥哥告诉宝丫名字，那我们就是朋友了，二哥哥也就不会生气了。宝丫望着少年冷冰冰的脸，咬了咬唇，似是笃定的。小哥哥一个人在这里，肯定没有朋友，我想和小哥哥做朋友。少年心底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换了口气。景真，不过是一个4、5岁的奶娃娃而已，应该没事的。景真好像很好听呀，不像我。怎么，
我的名字就叫宝丫，很随便的。在古代农村，女娃娃的名字后面都会加一个丫字，叫着顺口，也好养活。比如宝丫的2个姐姐，家里长辈喊的时候就会喊花丫、月丫。这是小名吧？你应该也有大名吧？宝丫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大名，但是她的爹娘很早就不在了。到陈家的时候，就被周翠花一直喊宝丫，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大名是什么，也没人给她起。那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叫你小景哥哥吧。景真见宝丫这副认真的样子，不知为何鬼使神差的伸出手去捏了捏她头上的小发包。宝丫看着景真的动作，一双眼睛笑得弯弯的，好像月牙。奈何二哥哥也喜欢捏我的小揪揪呢。小景哥哥这是答应和我做朋友了吧？小景哥哥，我好像听到有狗狗叫了。景真闻声转头看了一眼，就看见他养的那只雪狼竟然一反常态地缩在一块大石头边上，竟然像是在瑟瑟发抖。他狐疑地看了一眼身旁宝丫，洞里只有我们2个人，难不成孤王是在怕他？宝丫看见缩在角落里的雪狼，孤王眼睛都亮了。哇，小景哥哥，这只大白狗是你养的吗？说着就伸出小短手，在雪狼的身上尽情地抚摸起来。它叫孤王，不是狗，是一只雪狼。哇，它的名字好奇怪呀。是孤王，不是光，还真是小傻妞。对不起呀，我还没开始念书呢，弄不懂这些。景真自然不会怪他，而是耐心地给宝丫解释。孤王其实是皇帝的自称，怎么样，威风吧？宝丫使劲点头，但是看着乖乖趴在自己手底下的，好像一只大白狗一样的雪狼，总觉得跟威风不沾边。小傻妞刚吃了一个大苹果，这么快又饿了吗？我这里还有早上剩下的点心，你要不要吃？谢谢小景哥哥，但我还是回家去吧。宝丫虽然很想吃，但是她还记着自己掉进山洞来，四姐姐她们肯定要急死了，她得赶紧回去。结果她一开口，口水就从嘴里流了出来。宝丫突然看见刚才还朝她摇尾巴的孤王，竟然开始害怕的发抖了。宝丫伸出小短手揉了揉孤王的狼头。你别害怕呀，我不是要吃你，我就是有点饿了。这些点心她本来是想留着等会当午饭吃的。宝丫看着景真篮子里各种各样的点心，小嘴巴抿得紧紧的，只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她不能开口说话，不然口水又要流出来了。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点心，小傻妞竟然不领情。这些点心都是我早上吃剩下的，你要是不吃，我就喂孤王了。宝丫盯着景真手里的小篮子，那里面好多点心呀，各式各样的，一看就特别好吃。为什么长得漂亮的小哥哥动不动就要把好吃的点心丢掉或者喂狼呢？多浪费呀！而且狼又不吃点心。你到底要不要吃啊？他一边问，一边做事捏起一块点心，朝老老实实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的孤王递过去。可是孤王丝毫不领情，只是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又无动于衷的别开了眼睛。这么当面拆我看，真的好吗？小景果果，这是什么点心呀？小宝丫吃得一脸满足，嘴里嚼着点心。我吃好了，小景哥哥可以把我送上去吗？这个洞顶太高了，宝丫爬不回去。景真原本计划带宝丫走密道，但听了宝丫的话后，决定让她从原路离开。考虑到密洞极其隐秘，且以后应该再也不会见了，他决定不透露密道给他。好。宝丫见他答应，就又弯着眼睛笑了起来。他很喜欢这个小哥哥，虽然小哥哥看起来冷冰冰的，但他就是知道小哥哥内心里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把点心包起来给你带着。谢谢小景哥哥，那我下次来找你，给你带我家自己做的豆腐。宝丫想起来今天早上奶点的豆腐，白白嫩嫩的，应该很好吃，就想着小景哥哥一个人住在这里，肯定吃不到。我等着。说完，他就去给宝丫包点心了。宝丫一个人无聊地环绕山洞到处看，余光突然瞥见清澈的灵泉池里，突然有个圆咕隆咚的东西。宝丫，你在看什么呢？小景哥哥，你在看什么？是河蚌呀。奇怪，我在这密洞里练功这么久了，怎么没发现灵泉池还有河蚌这种东西呢？而且河蚌，难道不是应该生在河里的吗？景真看着宝丫流口水的样子，哭笑不得。是你发现的，给你了。
真的吗？景真点点头，反正他也不缺这种东西，师傅那里什么都有呢。不行，我已经拿了小景哥哥的点心，奶说了做人不能贪心的，而且要知恩报托。是知恩图报，没事，河蚌这里还有的，你拿着吧。他说完，朝那灵泉池里一指，宝丫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果然看见那灵泉池子里还有几个河蚌，这才点头收下了。抓好了。景真脚尖点地，竟然抱着宝丫直接跃上了大榕树的树尖尖，站在其中一根树枝上。哇，小景哥哥你好厉害，我们飞起来了。景真没有说话，但是嘴角却隐隐扬起了一丝弧度。回家不许和任何人说起我，以后自己小心点，别再掉下来了。嗯。宝丫点头应着，听了他后半句话又觉得不对。不对啊，我要是不掉下来，下次还怎么见到小景哥哥啊？还没等宝丫反应过来，景真已经不见了。宝丫看着景真消失地方，一阵失落。宝丫，是宝丫。赵老太，你这是干啥？他还是个孩子，孩子懂什么？你一个大人和孩子计较什么？你说干啥？你问问你家陈小娟今儿个在山上干啥了？小小年纪就起这种心思，你这当娘的是怎么教的？啥？周翠花见他没提陈小娟打听云家去镇上的事情，心里松了口气，想着应该是没被发现。还不赶紧滚过来，又在外面惹啥事了？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陈小娟缩着后脖梗子，跑到了周翠花身后，垂着头一声都不肯吭。说话。我就推了宝丫一下。嗨呀，我还当多大的事？孩子之间小打小闹，有啥的？周翠花一听，心里算是彻底松快了。她还当多大的事情，值得赵芝兰亲自跑一趟。这云家还真拿宝丫当小神童了，我倒要看看宝丫的饭桶能给云家带来多少好处。什么小打小闹？他都把宝丫推进山洞里了，还好宝丫运气好，没什么事，要不然你担得起吗？这话说的周翠花一愣，掉进山洞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小命都要搭理。她吓得脸色都白了一瞬，再看向陈小娟的时候，那眼神就恨得不得了。丫头就是赔钱货，我交代这点小事都做不好，还要给我惹麻烦。孩子还小，你多花心思教一教。见周翠花不说话了，赵芝兰好心叮嘱：你家大娃在外头念书也用不着你花多少心思，可小娟就在你身边，也不费多少事。你个小贱皮子，赔钱货，小年纪就这么多歪心思，我打醒你！周翠花下手特别狠，就是故意打给赵芝兰看的。我叫你欺负人，我叫你给我惹事，打醒你个赔钱货！娘，别打了，疼死我了！赵芝兰看得直心塞，又没法上去拦，只好扭头就走。可她前脚还没迈出陈家大门槛呢，就听身后陈小娟哭嚎道：娘，你别打我了，不是你让我去跟宝丫套话的吗？你还怪我，还有我哥，你吃那点心是他偷的云家的，我都知道。周翠花傻眼了，她没想到这小妮子平时一声不响，今儿个竟然敢当着赵老太的面把自己家这点事都抖落出来。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你就是老陈家的丧门星！行了，你跟我这做什么样子？你要真想管教孩子，等我走了，用不着在这装腔作势的。嘿，要你管，我就愿意在这打。赵芝兰懒得跟一个泼妇计较，她只把自个儿要说话的说了就走。你爱咋咋，我懒得管你。但是你教唆孩子去套话，我就得说道，孩子能懂啥？还不是你教他啥就是啥。你要是下回还这样，那可就别怪我云家不客气了。赵芝兰这话说得狠，眼神儿也狠，周翠花愣是让她唬住了。那2块点戏我也不计较了，就当做是喂了狗了。但是我们家程福可还在叔叔没回来呢，你家大娃倒是回来的勤快，也不知道这书念的咋样了。赵芝兰说完，抬脚就走了。身后陈家的院子里，叮铃咣当一阵乱响，夹杂着周翠花的破口大骂。宝丫，你怀里抱的这都是啥呀？东西都是小景哥哥给的呀，可是小景哥哥不让自己跟别人提起他。我遇到神仙了，是个好看的小哥哥，是他救了我，给了我好多点心，还有一个大河蚌。宝丫，肯定是你看错了，神仙都是老头子，没有小哥哥。是吗？宝丫歪头想了想，觉得他二哥哥说的不对，因为梦里确实是个小哥哥，跟小景哥哥一样。赵芝兰回到家，一进门就看院子里4个孩子围了一圈，不知道在看啥。宝丫，快告诉奶，摔着哪没有？奶让你娘找大夫去。奶，我没事。
宝丫怕赵芝兰着急，把手里一堆东西拿给他看，又跟他讲了一遍神仙小哥哥的事情。赵芝兰听完宝丫的话，倒是很相信。这么神奇的事情，那肯定是碰到土地神了。就是不知道为啥土地神是个10几岁的小娃娃。奶，你快看呀，河蚌吐珍珠了，好多珍珠呀！赵芝兰凑过去一看，大盆子里那河蚌2个可以开1盒的，竟然真的自己在往外面吐珍珠呢。这也太神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河蚌还会自己吐珍珠的。我也没见过呀，这一个河蚌里头就能有这么多珍珠吗？咋觉着跟吐不完似的？云城路和云花、云月也是瞪圆了眼睛，几个孩子耐心地数着河蚌吐出的珍珠，最终惊喜地发现，竟有15颗又圆又亮的珍珠。娘，我们这是要发财了！喊啥？就你嗓门大！陈家就跟他们家后门正对着，他可不想平白给自己家招事。今儿个这事，你们嘴巴都严点，谁都不兴往外说。云家人又不是傻子，个个都表情严肃的点头应下，就连4个小娃娃都是。这河蚌是宝丫抱回来的，这珍珠那得看宝丫怎么打算。王彩莲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就僵了，她正想开口，被赵芝兰瞪了一眼，也不敢吱声了。奶，这么多珍珠我们留着又不能吃，还是拿去卖钱吧，快要过冬了，卖了钱还能买棉花，做棉衣棉被。宝丫上次看她娘整理衣柜，衣柜里都是旧衣服，还满是补丁，冬天肯定不保暖了。之前卖杨笃君的钱，奶都没舍得买棉花，那这次卖了珍珠，不就有钱买棉花了吗？赵芝兰没想到宝丫小年纪考虑的这么周到，有点心疼。成，那就听宝丫的，赶明个去镇上给程福送口粮，顺便把这几颗珍珠卖了，买点棉花和肉啥的，还有大家棉衣棉被也都该做新的。另外修房子的事情也得提上日程。赵芝兰这么一说，大家都没意见，这回连王彩莲都没吱声。因为去镇上看程福的话，赵芝兰肯定要带着他的。这河蚌是宝丫抱回来的，明儿个去镇上肯定要带着宝丫。另外，上回程路去过了，这回换2个丫头去，也长长见识。3个孩子，我一个老太太看不住，这回还得给程福带口粮，就让大郎跟我们一道吧。王彩莲听完老太太的话，露出一脸的失望，但是她一想到自家爷们也跟着去，心思一转，脸上的笑又回来了。成，我都听娘的。赵芝兰见他应了也没再说啥，就招呼3个媳妇摆桌子开饭。奶，咱们把河蚌养起来吧。成啊，但是奶可不会养河蚌，宝丫会吗？宝丫皱了皱小眉头，如果是吃的方面，那她应该是会的，但是养河蚌她也不会。宝丫想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奶，咱们明天不是要去镇上吗？问问大哥，他念了那么多书，肯定会。好，还是宝丫聪明，明天咱去问问你大哥。在古代，1颗珍珠等于10两银子，而10两银子就能娶一个媳妇。这个小姑娘不仅有15颗珍珠，还有一个会吐珍珠的河蚌。接上集，宝丫发现小景哥哥给的河蚌会吐珍珠后，第2天一大早就跟随云家人来到了书院，请教他的大哥该如何养好河蚌。奶爹3妹妹4妹妹，宝丫如今便是我5妹妹了吧？宝丫仰头看着这个斯斯文文的少年，少年也低头看着他。昨天陈诚才从淝水村逃学回来了，一见着他就说宝丫是个小饭桶的话，随后又添油加醋的说了他3婶领养宝丫的事。叫大哥。大哥。大哥给你备了礼物。云成福说着，就从自己的袖子里掏出一本装订精致的书来，递给宝丫。宝丫看着那蓝色封皮的书，封面上写着金灿灿的3个大字，但他不认识。大哥，这是什么书呀？是《山海经》，里面都是图画，也有字，你可以看图10次。宝丫便翻开书看了几页，那上面确实好多图画，是各种长相奇怪的奇珍异兽。宝丫看图的时候，觉得这些异兽都好熟悉。这不是我梦中那个仙气飘飘的大园子里的同伴们吗？宝丫虽然看着眼熟，她却不知道这些异兽都叫什么。谢谢大哥，宝丫喜欢。云成福见宝丫笑弯了眼眸，也跟着笑了。云成福牵过宝丫的小手，走到赵芝兰几人的身边，寒暄了一会儿，又说了一下自己的近况，让家里人放心。别省着，足够你下个月的分量了。知道了，爹你放心吧。云成福说完，又从自己腰间的袋子里拿出一串铜钱，塞到赵芝兰手里。这个月先生留的功课多，就赚的少了点，奶你拿着，总不能白让家里供我。赵芝兰瞪他一眼，把钱塞回给他。
说过你多少回了，功课要紧，平时不许私自去抄书，咋就不听呢？云城福不肯要，家里的情况他是知道的，如今又多了宝丫一张嘴，他虽然赚不了太多，但是尽一点绵薄之力还是可以的。大哥不用这么辛苦的，咱家如今赚钱了，以后也能赚好多好多钱呢。云城福只当他是说笑，赵芝兰拉着他把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都一一说了，又给他看了那3大桶豆腐和用帕子包着的珍珠，云城福这才相信。大哥，咱们家里养了一只大河蚌呢，可惜我们都不懂要怎么养，大哥知道吗？云城福点点头，他博览群书，这种问题自然难不倒他。养河蚌很简单啊，可以喂一点豆浆，4、5天喂一次就好，或者给它捉很小的蚯蚓来喂。不过要让它产珍珠的话，还需要种核，这些就很复杂了。等过几天我休沐了，回家给你讲。好呀，那我等着大哥。宝丫妹妹这么喜欢看书，若是以后启蒙了，用在读书上，以后考女学应该会有了不起的建树。云城福正想着宝丫未来如何考女学的时候，却不知小宝丫的脑子里现在还只有吃，对未来的目标也都是停留在吃上。赵芝兰又和云城福嘘寒问暖了2分半后，就带着宝丫几人去了首饰铺。有了上次和克莱香朱老板打交道的经验，赵芝兰这回已经没那么畏首畏尾了。几位想看看什么？赵芝兰听到伙计的问话，就把包着珍珠的帕子拿出来给他看。这位小哥，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我这里有几颗珍珠，想让你给长长眼。成啊。伙计倒是没有不好说话，看个珍珠而已，反正没有客人，他闲着也是闲着。店家，给老姐姐我看看金首饰，得空不得空啊？店伙计一看有客人了，自然也顾不上赵芝兰他们，有点不好意思的道了句稍等，就过去招呼那位嬷娘了。店伙计拿出一排沉甸甸的金首饰给嬷娘看，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那嬷娘看过后却不满意，不要这些，我不是自己戴，给家里小丫头戴的，也就……嬷娘说着，看了这边坐着的赵芝兰他们一眼，指了指云月，也就她那个岁数的，身形体量也差不多。好嘞。店伙计应了一声，这回便换了些精巧花样的来，什么缠枝梅花镯，什么包金蝴蝶坠，那是个儿顶个儿的好看。这回嬷娘似是满意了，不再作声，埋头挑选起来。赵芝兰盯着那嬷娘的侧影，突然皱了皱眉头。这不是隔壁黑水村王财主家的嬷娘吗？他家不是只有一个宝贝孙儿，怎么挑上女孩儿家的首饰了？或许是他们家又添了个女娃娃呢。宝丫一脸天真的望着赵芝兰，赵芝兰伸手摸了摸宝丫头上的小揪揪。不可能的，新添的娃娃是买长命锁，买耳坠项链做什么？他们小声的聊了一会儿，全当打发时间。很快那嬷娘就挑好了首饰，付了银子离开了。店伙计便又来招呼他们。老婶子方才说要让我给看看珍珠是吗？赵芝兰点点头，带着几人过去柜台那边，重新把帕子拿出来，打开放在店伙计面前。你看，总共15克，你估摸着能卖多少钱啊？店伙计起先并未在意，但是当他看清楚那帕金上面个个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大珍珠之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珍珠个头匀称，颗颗都散发着淡淡的紫色光晕，是极品紫珍珠啊！老婶子，你们这珍珠可是真品啊！这15颗你们都出吗？都出，你能给什么价啊？店伙计深吸了口气，微颤着伸出1根手指来，然后紧接着又伸出5根手指来。这个数1、5、6吗？是15吧？15两银子吗？小姑娘真聪明，猜对了，是15两，也算不少了。不是15两，老婶子，是150两。啥？赵芝兰还愣住没说话，倒是把站在他后的云大郎吓了一跳。150两。云大郎本来以为上次卖得的60两已经很多了，没想到这次直接就是100多两。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银钱啊！赵芝兰还算镇定，毕竟之前和克莱香的朱老板打过交道，也见过不少白花花的银子。成，这方面的价我们其实也是外行，具体定夺全凭小哥你了。老婶子实诚人，实不相瞒，我这正缺这样上好的珍珠呢，如今收到了，我也能跟我们老板交差了。往后你们要是还能弄到这种成色的珍珠，还拿我这里来，保管价格公道。好，下次有货肯定来你们珠翠阁。店伙计一颗一颗的查验珍珠，2分半后又数好了150两银子交给赵芝兰，笑盈盈目送他们离开。赵芝兰给云城福送了口粮，又卖掉了珍珠。
如今就只剩下3桶豆腐了。他本想将桶摆到路边叫卖，但是宝丫却摇摇他的手。奶，要不咱们还去克莱乡吧，问问猪伯伯要不要咱家的豆腐。而且他上次不是还叫我下次再来镇上去找他玩的吗？赵芝兰一寻思，好像是这么回事。正巧克莱乡距离这里也不算远，几步路就过去了。几位贵客里边请，我们老板正念叨你们呢。我们家做了豆腐呢，你们要不要啊？别人家的豆腐只卖3文钱，小姑娘的豆腐竟然要卖1两银子。酒店老板不仅不嫌贵，还要每天买300斤。几位贵客里边请，我们老板正念叨你们呢。那我们不是来了吗？我们家做了豆腐呢，你们要不要啊？小二探头往云大郎挑着的水桶里看了一眼，就是一脸的为难。豆腐这种寻常东西，我们在镇上就能买到，可不缺啊。我们家做的豆腐很好吃的，和别人家的都不一样。小姑娘，真不是我们不收呀，你看这豆腐它做的再好吃，那也是豆腐啊。这样吧，反正收不收的我说了也不算，咱们还是先上楼去，老婶子你们也先和朱老板叙叙话，再谈谈这豆腐的事。叶城，经过小二这么一说，赵芝兰心里也有点没谱了。奶，别担心了，朱伯伯肯定会收的。哎，奶听宝丫的。不知为啥，宝丫说了这话之后，赵芝兰确实觉得心里瞬间就踏实了。2楼的雅间里，朱七已经在里面坐着等他们了，一见他们进来，顿时笑了。赵婶子，一路辛苦，你们先坐下喝杯热茶，吃些点心干果吧。朱七见这次除了赵芝兰和宝丫之外都是新面孔，不免疑问：赵婶子，您身边这几位是？不，这2个也是我的小孙女，这是我大儿子。哈哈，不错，赵婶子家里人丁兴旺啊。哪里，其实我们这次来还是带了东西来的，想问问朱老板收不收。赵芝兰有点不大好意思的开口，但朱七一听又带了东西，眼睛顿时亮了。这回赵婶子又给朱某带什么好东西？赵芝兰就让云大郎把桶拎过来，从桶里拿出来一块豆腐给朱七看。朱七一看是豆腐，脸上有些难掩失望。对不住赵婶子，这豆腐我们克莱乡确实不缺，恐怕是不能收了。赵芝兰方才稳定下来的心顿时又悬了起来。那没事，你们不需要就算了，回头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就行。对不住，真是对不住。朱七一脸的不好意思，他不是做慈善的，不需要的东西也没必要非得买进来。朱伯伯，我们家的豆腐光看的话看不出什么来的，你得亲自去尝才知道。那我这就让厨子做来尝尝。朱七就是开酒楼的，做几道菜根本就不在话下。云大郎就从桶里给他捡了2块豆腐出来。朱七招呼刚才那个小二拿来碟子装上。赵婶子放心，这2块豆腐的钱我们会给的，不白尝你们的豆腐。哎，没事的。赵芝兰倒是不在意，毕竟之前他们来克莱乡卖洋赌菌，朱老板已经看在宝丫的面子上对他们多加照顾了。赵婶子，还有这位大兄弟，你们边喝茶边慢慢等。还有这2位小姑娘，吃点心，别客气。朱七说完，又弄了2道菜放在宝丫身前。这是我们酒楼最近推出的2道新菜，劳烦小宝丫给尝尝味道。宝丫对吃的最感兴趣，当即开心的点头。好呀。这是5丝菜卷，还有这碗杏仁酪。5丝菜卷是用菜头叶做外皮包裹干笋丝、胡萝卜丝、香菇丝、莴笋丝还有火腿丝做成的菜卷，是一道美味爽口的凉菜。宝丫夹了一个，在嘴里细细品着，味道如何？宝丫一连吃了2个，然后放下了筷子，一本正经道：很好吃，咸甜适中，味道不错，就是菜头叶烫的有点过了，黏黏的，口感不好。朱七一听宝丫对5丝菜卷的评价，眼睛就是一亮。这小丫头果然很有天分。刚刚大厨做这道菜的时候，闲聊天分了些，那菜头叶就烫的就有点老了，没想到宝丫竟然一下子就尝了出来。不错不错，那你再尝尝这道呢？宝丫就挖了一勺杏仁酪吃了起来。好吃的，很细滑，甜度也刚好，就是杏仁苦味有点重了。是这个点，杏仁拔的时辰还不够，苦味没去到位呢。朱七这边对宝丫越发的欣赏，恨不得立刻就按着宝丫的脑袋当场拜师算了。小二将做好的2道豆腐菜端了上来，一道是最简单基础的小葱拌豆腐，还有一道麻婆豆腐。
7尝了常小青拌豆腐，这道菜配菜调味都不多，是最能体现豆腐本身味道的凉菜。他本就是随便一尝，哪知道这筷子拿起就放不下来了。赵婶子，你家的豆腐我买了，不仅仅是你们今天挑来的这3桶，往后咱们可以长期合作。真的吗？这就能合作了？当然能，按照我们克莱香的用量，一天就得300块。赵婶子，能供吗？300块。他们今天挑的3桶豆腐，一共才90块，1块是卖3文钱，那300块就是900文，差不多1两银子了。一天300块的话，我家那个小磨盘恐怕不够用的，还得买头驴子，光靠人力磨豆子，壮汉也要累死。只不过我们之前都是卖3文1块，不知道朱老板觉着咋样？我觉得低了些，这做豆腐虽然成本不高，但是挺费人力的。这样吧，我给你们5文1块怎么样？赵芝兰当然是好了，5文1块，300块就是1500文，1两半银子一天呢，1个月下来也有45两银子了。那自然是好了，不知道朱老板每天何时需要？赵婶子定个时辰了，我到时候派人去拿。300块毕竟不是少数了。那就定在卯时吧，就是得劳烦朱老板了。谈好合作，赵芝兰就带着宝丫他们去了一趟药仙堂。上次宝丫受了药仙堂小少爷的恩惠，不能白受。还有就是趁着拜访的机会问问何春秀腿伤是否能治好。哦，宝丫妹妹，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啊？宝丫颠颠的跑过去，朝荣鹤露出一个笑容。荣哥哥，我给你送豆腐来啦。上次荣鹤请他吃点心，奶说要还礼的，但是他们没啥可给的东西，只有自己做的豆腐。于是刚才在克莱香的时候，他就留下了几块，打算带给荣鹤。豆腐有什么好吃的？我带你去看我晾的药材。荣鹤对云家的豆腐丝毫不感兴趣，正想拉着宝丫一起去玩，就看到宝丫旁边还站了2个生面孔的小姑娘和一个50、60岁的奶奶。这是我的2个姐姐，这是我奶。宝丫很贴心的给她介绍，荣鹤就朝着赵芝兰和云花、云月笑了笑。奶奶好，2位小妹妹好，你们都是宝丫的亲人，宝丫是我的朋友，那你们也是我的朋友。妍飞，你好好招待他们，我要带宝丫去前院玩了，要是有人来抓药，就喊我一声。是，小少爷。宝丫有些惊奇的看了看妍飞，又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只比自己高了半个头的荣鹤。荣哥哥，你自己看店呀。宝丫还以为看店的是一身黑的妍飞呢。对呀，我爷爷说了，看店、抓药、学医术都要从小开始学，我现在已经认识好多药材了，走，我教你认药材去。宝丫被荣鹤拉着往前院去，却对那些药材一点都不感兴趣。认药材有什么意思呀？那些药材都可难闻了，又不能吃，一点也不好玩。荣鹤显然不知道宝丫心里在想什么，拉着她跑到前院介绍她晾的那些宝贝去了。不过宝丫倒也没忘了正事，跟荣鹤说起了她娘的腿病。你娘的腿病应该不难治的，只不过我才刚开始学医术，还没给人看过病，等到孙爷爷回来了，我帮你问问他。好呀，那就多谢荣哥哥了，下次再给你带我家做的豆腐来。荣鹤不知道为啥宝丫对他们家做的豆腐这么执着，但是他真的不喜欢吃豆腐，或者说他自小病弱，胃口一直不好，对什么吃的都不感兴趣。下次你再来平安镇，一定要来找我玩。一定。几人到东市寻钱大财的时候，云大郎已经买完了东西等在那了。只是云大郎见到赵芝兰他们回来，满脸心虚的表情。娘，银子都花了，没剩下。赵芝兰拿眼扫了一遍他买的这些东西，没说什么，又从兜里翻出来5两银子给他。再去买辆拉车吧，以后咱们来镇上就不用麻烦大财家了。成，那我这就去。云大郎应允着，忙不迭掉头就走了。赵芝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大郎还是耳根子软，这些东西15两银子绝对花不完，肯定是大媳妇偷偷跟他说了啥了。不一会儿，云大郎就拉着拉车回来了。
把剩下的钱递给赵芝兰。娘，给，这是剩下的。赵芝兰数了数，3两银子零500钱，倒是差不多价。走吧，咱们回家。回到绯水村，天色已经不早了。王彩莲见他们回来，还是坐着驴车回来的，高兴的跟过年似的。娘，这车是咱家买的吗？王彩莲围着驴车直转悠，一会儿摸摸这，一会儿看看那，稀罕的不得了。赵芝兰看见王彩莲，就想起来刚才云大郎藏钱的事。哼，这么稀罕，赶明儿个这驴子的饲料你来搞吧。哎呦，这我可做不成，向来是二弟妹干这些个喂牲口的活计。王彩莲赶紧往后躲，生怕这活落在自己身上。赵芝兰没理他，招呼自己另外2个儿子儿媳往家里搬东西。鹤儿，慢点吃，别噎着了。药仙堂掌柜看着有厌食症的小少爷，今儿个午饭破天荒吃了2大碗，高兴的不得了。那算命的说的还真是准啊，让小少爷待在平安镇上，就能遇上可以医好小少爷厌食症的贵人。鹤儿啊，你乖乖告诉孙爷爷，这豆腐你是从哪买的？我得赶紧再去多买点，这豆腐就是鹤儿吃饭的饭引子，可断不得。不是买的，是宝丫妹妹送给我的。宝丫妹妹，这宝丫妹妹又是谁呀？卖豆腐的吗？你敢信？5岁小哥哥吃饭只吃1个米粒哦，直到吃了小姑娘送的水晶豆腐，一顿饭竟然吃了2大碗白饭。鹤儿，慢点吃，别噎着了。药仙堂掌柜看着有厌食症的小少爷，今儿个午饭破天荒吃了2大碗，高兴的不得了。那算命的说的还真是准啊，让小少爷待在平安镇上，就能遇上可以医好小少爷厌食症的贵人。鹤儿啊，你乖乖告诉孙爷爷，这豆腐你是从哪买的？我得赶紧再去多买点，这豆腐就是鹤儿吃饭的饭引子，可断不得。不是买的，是宝丫妹妹送给我的。宝丫妹妹，这宝丫妹妹又是谁呀？卖豆腐的吗？孙普说起宝丫家的豆腐，荣鹤就想起宝丫说他娘腿疼的事情来。孙爷爷，腿疼病你会治吗？这有什么难的？当然会治。那太好了，下次等宝丫来，我就可以让她带着她娘来找你看腿病了。你说是宝丫的娘得了腿疼病吗？对呀。不用她来，我可以亲自出诊，还能顺便从这个宝丫家多买点豆腐回来。可是我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啊，只知道她是淝水村的。傻小子，一个村子能有多大？去了一打听就知道了。哦，那孙爷爷，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要去宝丫家里玩。行。孙普也很想见见这个叫宝丫的，听鹤儿的口气，应该也是个小孩子，而且跟鹤儿玩的还很好。吃过饭，赵芝兰又把大家集中在一起，盘账盘东西。这次卖珍珠和豆腐，又赚了150多两银子，花去18两，还剩下132两银子。这些银子我准备用来盖新房，搭些家具，然后剩下的供几个孩子去念书。赵芝兰说银子的用途后，全家人都没啥异议，就是王彩莲一脸的不高兴。娘，女娃娃读书有啥用？过不了几年就嫁人了，白浪费钱。你知道啥？再说了，钱是老婆子我从公账里出，关你啥事？反正几个娃娃念书的事就这么说定了。咱们年前准备料子盖新房，年后就送家里剩下这几个孩子去念书。宝丫对念书这件事情只是觉得新鲜好玩，云月也是又新鲜又好奇。云花已经8岁了，稍微懂得一些，相比宝丫和云月的玩乐心态，她就显得认真多了，是真的很想去念书的。只有云城路兴致不是那么高。程璐啊，你就算是想习武，那也得去念书识字。为啥？我习武靠的是拳脚，跟识不识字有啥关系吗？云城路和村里孩子们一起玩，聊起的那些江湖大侠，一个个都是舞刀弄剑的，还会轻功在天上飞，厉害的很。就没听说哪个大侠识字识得好，念书念得棒的。二哥哥，我跟奶一样，也觉得你应该去念书识字。云城路没想到连他最疼的小宝丫都跟他唱反调。宝丫，咋连你也这么说啊？因为要是教你武功的师傅给了你一本秘籍，你不识字就看不懂呀。而且万一你以后出去打坏人，人家写了牌匾来夸你，你都不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那多丢人呀。好像是这个道理。宝丫妹妹说的对，那我也跟你一起去念书好了。好哦。赵芝兰见宝丫3言2语就说服了云城路，也欣慰地笑了起来。赵芝兰打发了几个孩子去院里玩，就沉着脸单独把王彩莲叫去自己屋里了。大房偷偷没下公账银子，今天这几两或许不算多，
时间久了还能得了？娘，你找我啥事啊？赵之兰没着急提大郎买东西没剩下钱的事情，而是先说起程福抄书的事。程福每回拿家里给的口粮，都把他自己抄书赚的铜钱给我，有时候是几百文，有时候也就几十文。这贪小便宜的大媳妇，有时候还不如孩子呢。程福说，如今家里添了保鸭，多了一张嘴吃饭，他更不能让家里白供自己，多少都得出点力。我知道你一天到晚的脑瓜子里算计的那点子事，家里3个丫头的嫁妆钱，还有2个男娃娶媳妇的钱，老婆子我都单独存起来了。你要是总打这些歪心思，带着大郎密谋这个密谋那个的，那往后程福程禄的那份我也不管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娘，我不是这意思。王彩莲听到赵之兰的话，顿时急了。他们云家不像村里别的人家，云家对待后辈都是一视同仁的。王彩莲总想着趁机给俩儿子捞点，毕竟男娃娃比女娃娃要费钱。那你是啥意思？你家进云家也这么多年了，心里想的啥？能骗得过我吗？你就是觉着自己生了2儿子，觉得自个儿跟别人不一样，觉着我就该宝贝着你那俩儿子。2郎、3郎家那3个丫头片子就不值钱，就该天天打发去干活，是不是？娘，王彩莲被拆穿了，脸上羞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糊涂啊！你自己还不是个丫头片子长起来的，咋着女娃娃就比男娃娃低一等吗？别人家怎么样我管不着，但是在咱家，男娃女娃都一样对待。王彩莲被赵之兰一顿训，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了。赵之兰见她那蔫头耷脑的模样，没好气的一伸手，拿来吧，别藏着了。王彩莲不情不愿地从自己裤腰带里摸出手绢包着的几两银子来。娘，都在这了。赵之兰瞅她一眼，接过来把银子点了一遍，又跟王彩莲对了一遍账，没差多少，才自己重新收起来。按道理，这些钱都是宝丫帮咱们家账回来的，合该给宝丫攒着的。可是咱们家里用银子的地方实在太多，我这一笔一笔的账都记着呢。等往后家里条件好了，都得给宝丫补上。你也别老不拿宝丫当自家人，宝丫爹娘去得早，现在跟了咱们家，那就是咱家的孩子了。往后你要是还敢私下里撺掇大郎干这种事，我可就不给你留面子了。这是头一回，不跟你多计较。我知道了，娘，没下回了。你最好能记在板油上，去，该干啥干啥去吧，别搁我跟前杵着了。王彩莲应了一声，扭头出屋去了。刚才赵之兰教训王彩莲的那些话，宝丫在窗根底下都听见了。虽然不懂为啥奶管着大家的钱，大伯娘就不高兴，但是她知道家里人口多，赚这点钱还不算什么。要是能多几份生意，让大伯娘家、二伯娘家都有事情干，那就好了。陈小娟，你来干啥？我不干啥，就找宝丫说说话。找我吗？宝丫歪头看着他，不明白陈小娟能有啥话找自己说。哼！小腰板一挺，陈小娟把带着银镯子的小胳膊伸了出来，在宝丫面前晃悠。银镯子，你有吗？我的袄子都是蜀锦的绣花衫，鞋子也是找人给我定做的，你有吗？宝丫，你就是个饭桶，饭桶到哪都是饭桶，不配穿好看衣裳，戴好看首饰。全村99户都在穿补丁衣服，小姑娘却穿金戴银，而且见人就上去给人家攀比衣服首饰。银镯子，你有吗？我的袄子都是蜀锦的绣花衫，鞋子也是找人给我定做的，你有吗？宝丫，你就是个饭桶，饭桶到哪都是饭桶，不配穿好看衣裳，戴好看首饰。宝丫小眉头皱了起来，她还以为陈小娟要跟自己说什么呢，原来就是来炫耀的。那又关我什么事啊？宝丫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炫耀的。我有这么好看的新衣裳，这么好看的镯子和首饰，你不羡慕吗？可是奶也给我买新衣裳和好吃的啦。我虽然没有银镯子，但是哥哥姐姐都很喜欢我，奶和伯伯、伯娘、爹爹和娘也都喜欢我，我觉得比银镯子更好。陈小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腕上的银镯子，突然觉得也不是那么好看了。哼，我爹娘也喜欢我，我现在在家也不用干活了。那你来跟我炫耀什么呢？三姐姐，咱们接着玩吧。好。云花也不想跟陈小娟多费口舌，两人继续玩花绳。陈小娟看着两人无视自己，气得跺脚。而就在这时，云月突然兴奋地大喊着从堂屋跑了出来，手里好像还攥了些什么东西。三姐、宝丫，你们快看呐，大河蚌又产珍珠啦！陈小娟看着云月手里的大珍珠，眼睛都瞪圆了。宝丫瞥了她一眼，用自己的小手把云月的小手包起来。走，三姐姐、四姐姐，咱们回家说去。云月这个时候才看见处在自家后门口的陈小娟，小脸顿时拉了下来。陈小娟怎么在这啊？吓我一大跳。人家还养了河蚌了，那么大的珍珠，
那得什么样的大河蚌能产得出来呀？好想看看啊！周翠花做完晚饭，正想叫陈小娟给她浇园子，一转头就看见陈小娟正跟云家后门口杵着，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了。真是仗着自己傍上了富贵人家，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周翠花气呼呼地走过去，扯了扯陈小娟的耳朵：“你不回家帮我的吗？在这干啥呢？”娘，你别扯我耳朵呀！陈小娟小耳朵上戴了包金的翡翠耳坠子，被她这么一扯，疼得直叫唤。干啥？我这就使唤不动你了呗。等到年后那还得了？你还不得骑到老娘我头上去？周翠花这么说着，手上却松开了陈小娟。回家，帮我浇园子，咱们就吃饭了。知道了。陈小娟在陈家确实不用干太多活了，顶多就是帮周翠花打下手，然后就可以随便玩了。不过一想到年后她就要给别人当童养媳，她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宝丫和云花、云月回了家，3个人一起围在院里的大铜盆边上看里面的大河蚌。6颗大珍珠，那得卖多少钱啊？咱们去镇上时候，朱翠阁好像是给10两银子1颗，6颗那就是60两吧？这么多呀！宝丫歪头注视着手帕上圆润光滑的珍珠，随后又抬头望向2位小姐姐头上单调的红头绳。她回想起陈小娟之前的炫耀模样，虽然不喜欢这种行为，但也不愿自家的女孩被比下去。要不然这几颗珍珠我们留下来吧。留下来做什么呀？不卖银子了吗？留下来给你做首饰啊，大河蚌还会再产珍珠的，这几颗我们自己留着吧。真的吗？云月没想过她有朝一日也能戴珍珠首饰，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瞪圆了。我看成这些珍珠成色都不错，1颗不留都卖掉也是可惜了。下回去镇上给你们每人打1对珍珠耳环吧。好呀！云花和云月都开心地喊了起来，宝丫却回头望了赵芝兰一眼。奶，怎么了？赵芝兰笑着看着她，这小丫头心思细腻，不知道又想到什么了。这次河蚌产的珍珠太少了，等下回她再产了珍珠，给奶、娘亲还有2个伯娘也打几件珍珠首饰。宝丫说得很认真，赵芝兰看着宝丫的小模样，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奶就算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还要什么首饰？才不是呢，奶这么年轻，能活几百岁。那不成了老妖精了？才不是呢，奶是长命百岁的大好人，会有福报的。哟，瞧我们宝丫小嘴甜的。祖孙3人说笑了一会儿，赵芝兰就回去做活了。宝丫看着地上的珍珠，又想起蜜洞里的小景哥哥来。之前吃了小景哥哥的苹果，还没还给他呢。宝丫又想进山了，她答应了小景哥哥给她带豆腐吃的，于是装好豆腐和云城路上山去了。傻宝丫，他肯定不是什么神仙，都是骗你的。宝丫当然知道景真不是什么神仙，但是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就只能咬住不松口，不然她怕以后不能上山来见小景哥哥。可是小景哥哥长得可好看了，还会飞呢。妖怪长得也好看，也会飞，还会吃人呢，专吃你这样白白嫩嫩的小姑娘。二哥哥，你这样才更像会吃小孩的妖怪。二哥才不是妖怪，二哥是专门打妖怪的，他要是敢欺负你，二哥就打跑他。二哥哥你好厉害！兄妹俩一路嘻嘻哈哈的，很快就找到了上次宝丫掉到山洞里的那块地方。就是这里啦。那你把东西放下，咱们就走吧。不行呀，二哥哥，你站在那边等我一下，我得跟神仙小哥哥说2句话。宝丫不能就这么走了，至少得找到上次那个山洞，把豆腐给小景哥哥送下去。宝丫在老树下一条草，突然从旁边窜出来一个白色的影子来。宝丫小心！小景哥哥，这小傻妞自己来就算了，怎么还带个小尾巴？莽莽撞撞踩机关，不怕踩坏了？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再来找我了吗？你是什么人？别碰我妹妹！宝丫见云城路着急的朝自己冲过来，知道他是误会了。二哥哥别担心，小景哥哥是我的朋友。你就是宝丫说的那个小神仙吗？也不是很好看啊，有什么本事使出来给我看看。这小傻妞到底在别人面前说了我些什么？眼看着景真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宝丫赶紧拉着云城路的袖子晃晃。二哥哥，你快别说了，小景哥哥其实不是神仙，对不起，是我怕你担心才骗你的。我就说嘛，他还没有我好看呢，咋会是神仙呢？之前就是你救了宝丫嘛，我是他哥哥，这次就是带宝丫来跟你道谢的，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豆腐，送给你吃。
景真唇角紧抿着，半晌才憋出来一句话：“多谢。”不客气。你是谁家的？我在翡水村可从来没见过你。面前这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少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云城路很警惕，生怕自己的傻妹妹被人给拐走。景真垂在袖子里的手握紧了。师傅不让他跟这个村子里的人有太多接触，可他现在不仅被2个小屁孩缠住了，还在被追问住呢。没关系的，小景哥哥不想说就算了。宝丫知道小景哥哥是好人，不然上次就不会送我出来了，还给我大河蚌和好吃的点心。谁是好人呐？你敢信？小姑娘碰到杀人如麻的大叔，不仅不害怕，还要去大叔家蹭吃蹭喝。谁是好人呐？你说他是好人，那我呢？你是谁呀？景真目光阴鸷，一把将宝丫拦到自己身后。师傅，不关他的事，是我先去招惹他的。小景哥哥，你怎么了？宝丫不明白为什么小景哥哥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帅叔叔这么警惕。小傻妞，你不知道我师傅是什么样的人就敢搭话啊？我师傅看起来温柔亲切好相处，实则心思深沉，杀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景真还记得自己8岁那年，与南玄一同离开京城，途中在一家客栈外，一个小乞丐过来向他乞讨食物，他刚想给予，却被南玄阻止。南玄毫不犹豫地扭断了小乞丐的脖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显得若无其事，随后将乞丐丢到了墙角。你是景真的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师傅。云城路被眼前的一幕搞懵了，不知道这师徒2人在搞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对呀，我叫宝丫，你是小景哥哥的师傅吗？你刚刚说景真是好人，那你觉得我是好人吗？当然是啦，你既然能教出小景哥哥这样的好人，那你肯定也是好人呀。南玄被这小丫头的逻辑惊住了。这丫头真可爱，根骨也很不错，是个练武的好苗子。真是可爱。走，我请你们去家里玩。那个是你哥哥吗？可以带他一起去吗？当然可以。到了，喜欢的话就随便逛逛吧。我勒个宝丫迈着小短腿跑到荷花池边，趴着往里看，然后又跑到竹屋前，最后跑到竹屋前的石桌前，看上面已经晾干的桃花瓣。宝丫觉得这里好看，那里也好看，但是却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你是不是想说这里就像个世外桃源？对，小景哥哥，你好有文采呀。这小奶团子也太可爱了。宝丫四处转了一大圈，突然看见荷花池旁丢着的几个壳子被剖开的大河蚌，好奇地走过去，用手指戳了戳。他们死了吗？可是我带回去的那只还好好的，这些怎么会死呢？因为这倒霉孩子走路平地摔，这几个河蚌磕在石头台阶上，壳子都磕碎了。小景哥哥身手很好呀，怎么会平地摔呢？因为他倒霉啊。师傅，有什么不能说的？我看这小丫头倒是正好跟你相反，是个有锦鲤运的。南玄说着捏了捏宝丫头上的小揪揪，宝丫听他这么一说，也好奇起来。那你给我说说小景哥哥的事情吧。小景哥哥，我绝对不会笑你的。没事的，其实我有时候也可倒霉了。有一年冬天下大雪，地上结了冰，大哥、三丫、四丫路过都没事，偏就我摔了个大马趴。那你可能还差点。我们景真小时候想吃马蹄糕，家里下人给做好了，端到门口了。那丫鬟脚下一绊，一盘子马蹄糕滚了满地。15出去逛花灯，偏偏的晚上马车轮子就坏了。春潮的茶诗会，只要景真想去，就会下雨。还有这些锦鲤，都是我自己喂的。之前让这倒霉孩子喂了2天，好好的鱼就死了2条。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人呢？一旁的景真愤愤地瞪了南玄一眼，负气地起身离开。小景哥哥，你别生气，我把我的好运气分给你。景真被他拉住袖子，停住了脚，板着小脸瞪着他。上回我掉进山洞里，你就没有倒霉呀，反倒是我比较倒霉来着。这小傻妞好像对倒霉有什么误解。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毫发无损，还在灵泉池里发现了大河蚌，哪里倒霉了？我不要你的福运。那我就经常来找你玩，这样你就不会再倒霉了。南玄看着2个小孩一高一矮，一个板着脸，一个笑盈盈，有趣的很。过来吃东西，天快黑了，等会儿让景真送你们回家。我勒个
宝丫一听有吃的，眼睛都亮了，拉着景真哒哒的跑到石桌边。云城路看他这副小吃货的样子，很是无奈。吃了我的东西，小丫头可得帮我干点活了。要干什么呀？宝丫一脸天真，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人套路了。你别答应他，他就会欺负小孩子。小景哥哥，你一下子说了好多次哦。景真真的要被这小傻妞和他师傅气死了。5只大河蚌是我好不容易搞来的，景真小子我不放心，你来帮我养吧，到时候他们产了珍珠，你分给我一半就行。这么好？因为河蚌难养，会的人太少了，既然你们能养活之前那只，这些应该也可以。宝丫想到大哥说过几天休沐时候就会回家，教他怎么养河蚌，欣然点了点头。行，不过……宝丫挑了一只蚌壳，小手在蚌壳上摸了摸，然后递给景真。小景哥哥，我想和你一起养。景真双手托着大河蚌，眉头皱了皱。可是我养不好的。没关系，我刚刚传了符运给他，他就不会死啦。我大哥说可以喂豆浆给他们吃，5、6天喂一点，他过几天就回来了，到时候会教我怎么养河蚌，等我学会了就来教你。不知为什么，景真看着自己手上蚌壳发亮的大河蚌，竟然也觉得自己这次应该可以。好，那我们一起养。你可要争气啊，别给你师傅我丢脸。再见孤王，下次再来找你玩。小景哥哥，就送到这吧，下次还给你带我们家的豆腐。皮猴子，带着你妹妹上哪疯去了？奶，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宝丫见着世外桃源了。啥桃子园？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只能告诉哪一个人，咱们回家再说。回到家，宝丫把今天景真和南玄的事情告诉了赵芝兰。赵芝兰听了宝丫和云城路说了一大堆，知道景真和南玄应该不是一般身份的人，倒是像隐士高人带着自己的小徒弟。二哥哥，里面的那只河蚌不见了，我看看。云城路也凑了过来，但是盆子里空空的，只剩下一些细沙和半盆子水。真的没了，河蚌又没有腿，应该不会自己跑掉吧？两人正说着，西厢屋云花和云月走了出来。二哥，宝丫，你们回来了啊？三姐姐、四姐姐，咱们的河蚌不见了。宝丫指着空盆子给两人看，云花和云月对视了一眼，也都不知道。那会去哪呢？河蚌是小景哥哥和他师傅的，丢了一只可怎么办呢？这时，他隐隐听见他家的小院的一角里，隐隐传来很低很低的啜泣声。每到夜晚，小姑娘家里就会传出小孩子的哭声。小姑娘听到不仅不害怕，还愤怒地上去打2拳。三姐姐，我咋听见好像有人在哭？我也听见了。此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借着屋子里的灯光，4个孩子一齐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就见那墙角的阴影里，隐约好像蹲着一个人。我去叫我娘来，你们都先别过去。3个小丫头齐齐点了点小脑袋。不一会儿，云城路带着王彩莲来了。啥呀？一天天咋咋呼呼的。王彩莲正在端菜呢，突然被云城路喊过来，一边嘟囔，一边朝那边墙角走了过去。哎妈呀，还真是有个人呀！这不是咱们的大河蚌吗？宝丫一说，云城路他们也注意到了。不学好，小小年纪咋地就偷人家东西呢？我没有。陈小娟怀里还抱着河蚌，扬起那张小脸都哭花了。还说没有？你怀里抱着的这是啥？王彩莲简直要气死了。我们家的河蚌那可是能产出珍珠的宝贝，要真是让这小妮子偷了去，那还了得？就是没有，我就想看看他夹我手。陈小娟说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她这一哭，把宝丫他们都吓了一跳，这才注意到陈小娟的一根小手指头还夹在河蚌壳子里呢。你就是活该！王彩莲想把陈小娟的手指头从河蚌壳子里拿出来，但是这河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夹得特别紧。咋了这是？哭啥呢？赵芝兰探头一看，顿时明白了8、9分，脸也跟着拉下来了。小娟这孩子怎么不长记性啊？回回跑我们家找事，还有周翠花那死皮不要脸的，上次他把人送回去，按着孩子往死里打。别看这了，先把手指头给他弄出来再说别的。陈家就是一窝子马蜂，碰不得。娘，这河蚌夹得太紧了，弄不出来。宝丫抿着小嘴唇，盯着陈小娟看。我能帮你把手指头拿出来，但是你得保证以后都不许再来我家了。陈小娟疼得不行了，哭得一脸花，
她本来才不想答应，但是又忍不住疼，龇牙咧嘴的点头。我才不来了，谁稀罕来？宝丫听到陈小娟的保证，这才伸出小手指头，在河蚌壳上敲了敲。棒棒，松开吧，别欺负他了。话音一落，河蚌咔嗒一声松开了。陈小娟赶紧把肿了一圈的手指头拿出来，随后狠狠瞪着宝丫。宝丫太邪性了，河蚌竟然会听他的话。你干什么瞪宝丫？你犯了错误咋还瞪人呢？哼！陈小娟重重的哼了一声，一扭头就往外跑，没跑出去2步，被王彩莲拎着后脖领子提了回来。哪去？错也不认，这就要跑？你爹娘怎么教你的？王彩莲，你干什么呢？感情不是你们家孩子，你这滴溜小鸡崽子呢？把小娟给我松开！王彩莲才不怕周翠花，提溜着陈小娟往她旁边一放。咋着？他偷我们家的东西，说2句就要逃跑，我还不能给抓回来了？他偷你们啥了？我瞅瞅。河蚌，就这个小丫头片子抱着就不撒手了。哟，周翠花一瞅见这河蚌，眼睛都直了。这么大个，壳子光滑水亮的，养得够肥的，应该能产不少珍珠呢吧？赵芝兰瞧见他那贪婪的眼神，皱紧了眉。我这大媳妇嘴真快，周翠花知道我们养了河蚌，恐怕撒泼打滚都得弄到手一个去。赵芝兰正要给几个孩子使眼神，把那背篓里的4只赶紧收起来。一低头，宝丫3个小机灵鬼已经不声不响地抬着背篓进了东厢屋。这么大个河蚌，哪来的？乡里乡亲的，你们倒是藏得严实。跟你有啥关系？你们老陈家关起门来吃肉的时候，咋没见你跑过来给我们送一碗来？这会子想起乡里乡亲来了。这丫头你领走吧，往后别让她没事偷摸往人家溜，再大点养成习惯就改不了了。我们家小娟用不着您操这份心。周翠花嘴上说着，眼珠子还粘在那大河蚌上移不开呢。但是她毕竟理亏，脸皮再厚也不能说开口就要。再说就算是要了，那赵芝兰也不可能给啊。要不是她偷东西偷到我们家来，谁愿意管事的？王彩莲跟周翠花是平辈，没啥顾忌，人也泼辣，张口就对了回去。切！周翠花心里酸，面子上却撑得住，翻了个白眼。有啥的？一个破河蚌，养不了几天就得死，有啥好宝贝的？说完，拽着陈小娟的手就要走，哪知他这一扯，陈小娟就鬼叫起来：“娘，疼啊！”喊什么喊？我都没使劲。周翠花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死丫头片子，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我找事。”娘，我的手指头。陈小娟这一喊，赵芝兰就知道不好了。果然，周翠花气呼呼地拉起陈小娟的小手一看，脸色就变了。咋回事？手指头咋还肿了？陈小娟吸吸鼻子，回头看了一眼云城路手里的大河蚌，让他们家河蚌给夹的。周翠花一双小眼睛顿时闪过金光。好啊，夹得好啊，正愁没借口弄回家呢，这回好了，这借口不就来了？周翠花抓着陈小娟的细白的手腕，3两步跨到赵芝兰面前。赵老太，你这一把年纪了，可真是不要脸呢！你们家大河蚌把我闺女手指头夹成这样，你们还说她偷东西？赵芝兰简直要被周翠花这话给气笑了。你们家陈小娟好端端的，要是不偷溜到我们家来，去捅过那河蚌，她能被夹？这可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我们家河蚌又不会飞，又没长腿。那我不管，反正我们家小娟的手指头都肿成这样了，不可能就这么算了。那你想咋着？赵芝兰瞧他那双眼放光的模样，都知道他想放什么屁。还想让我们把这河蚌赔给你是咋着？那可不，小娟的手指头就是她夹的，我还就要她了。不可能，这河蚌可是虎牙山上那隐士高人给的，绝对不能让周翠花拿去了。你要说孩子的手，我赔你10个铜钱抓药去，但是河蚌绝对不给。赵芝兰，你是真的黑，小娟手都这样了，10个铜钱你就打发了？谁黑？是他自己上我们家偷河蚌才被夹的，我给你们钱看手，那都是看在你一张脸皮不要，死缠烂打的份上。赵芝兰见周翠花这样，也没了好脸色。你还别闹腾，就10个铜钱，哎要不要管，反正这事你就是闹到刘礼正那里去，也是我们家有理，我豁出去给刘礼正几颗珍珠，我老婆子都不给你一丁点河蚌壳子。去叫大郎、2郎、3郎他们，天也不早了，打发走，赶紧吃饭，孩子们都饿坏了。王彩莲这回倒是反应过来了，应了一声就往屋里去了。周翠花撒泼耍赖不走，娘这是烦了，叫家里男人出来赶人了。给你拿着给孩子看手去。周翠花瞥了一眼，却没接，更是猛地伸手把云城路手里的河蚌抢过来，抱着就跑，连跟在他跟后的陈小娟都不管了。奶，他把河蚌抢走了。一天能吐7颗龙珠的河蚌被人当面抢走，小姑娘一家不仅不去追，还一脸嘲笑的看着。奶，他把河蚌抢走了。这人的不要脸到什么程度，才能干出来这种事来啊？娘，你们咋的了？赵芝兰还没说话，云城路着急道：“
娘，周婶子她把咱家河蚌抢走了啊！那还愣着干啥？赶紧追啊！王彩莲一拍大腿，第一个就要往外冲。宝丫见她火急火燎的，赶紧把她喊住了。大伯娘，不用追了。咋着？你的大河蚌都让人抢走了，还不追？大伯娘别担心啦，我们先去吃晚饭，他等会就会自己送回来的。真的假的？王彩莲眼睛都睁圆了，一脸的不相信。周翠花那是什么人啊？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到他手里的东西，那还能要回来？王彩莲一脸的怀疑，倒是赵芝兰笑了笑，伸手捏捏宝丫头上的小揪揪。听宝丫的，不管他了，咱回去吃饭去。赵芝兰看着宝丫啃着馒头的样子，就觉得自己手里的馒头也香的不行。你们怎么还有心思吃饭啊？虽然宝丫说不用担心，可是一个小丫头说话能做准吗？你周翠花那尿性，当时要是不追着要回来，那过后可就更没戏了。吃饭就好好吃饭，东瞅西瞅的瞅啥呢？娘，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你说宝丫她一个小丫头，她就这一句话。宝丫的话你还信不过？陈小娟手指头拿不出来，还不是宝丫一句话的事？这个王彩莲是亲眼看着的，但还是觉得不可能那么神。那兴许就是碰巧呢，河蚌老夹着，她也累啊。你不信，那就等着瞧吧。到时候周翠花要真给咱送回来了，我看你还有啥好说的。宝丫，你实话告诉娘，周翠花她真会把河蚌给咱们送回来吗？会的，棒棒专家贪得无厌的坏人。还棒棒呢，成吧？咱宝丫说会，那就肯定会。何春秀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担心。怎么办？周翠花把河蚌送回来还好，万一不送回来那可咋办？婆婆宝贝着宝丫，肯定不会说啥，家里其他人应该也不会怪宝丫，但是王彩莲呢？周翠花从云家得了河蚌，尾巴差点翘到天上去了。云家养的这大河蚌，也不知道是哪弄来的，是真的又大又肥，哪怕不产珍珠，也能煮汤喝。周翠花本来以为弄不到手了，结果陈小娟手指头竟然被夹了。要是赵芝兰他们找上门，我就把河蚌藏起来，反正我有理。云家的河蚌夹了我家小娟的手指头，那就得赔给我。周翠花正在为抢了云家河蚌的事而得意的时候，河蚌突然张开大口咬住了她的手。这玩意儿怎么还夹人啊？周翠花咬着牙，使劲的拿手去掰蚌壳，但是那蚌壳纹丝不动。小娟，这破蚌壳是咋回事？怎么逮谁夹谁啊？娘，你咋啦？你也被夹了吗？可不是，啥破玩意？这河蚌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劲头，这么一会子功夫，周翠花手指头都被夹红了。等我把你撬开了，非得煮了你不可。陈小娟站在周翠花旁边看着，也不吭声。你还在这傻瞅着干啥？给你娘拿剪子去，细棍子、铁锥子都给我找过来，我还就不信了。不一会儿，陈小娟拿了一堆东西，两个人按在地上一顿乱，累得满头大汗，手还是没拿出来，倒是夹得更紧了。娘，实在不行，咱去找宝丫吧。你说啥？咱们咋回来的？你还知道不？再回去求人，你娘我这脸还要不要了？陈小娟低着头，心里嘀咕着：你还知道要脸啊？要真是知道，也不可能干出上手就抢的事来。说归说，周翠花是一刻钟都待不下去了，手指头现在肿得胀大了一圈，紫红紫红的。这要是到第二天早上，估计手都废了。谁呀？是我。王彩莲一见周翠花举着手，怀里还拖着那大河蚌，嘴角差点没咧到耳叉子上去。哟，这不是我周大妹子吗？深更半夜的干啥来了？周翠花抱着河蚌就跑的时候，那是脸皮都甩到后脑勺上去，一丁点脸也不要。现在处在云家后门口，举着手求人，脸烫的能烙烧饼。彩莲，那个啥，这河蚌我不要了，你可得把手指头给我弄出来啊！王彩莲抱着双手看着他，笑得毫不掩饰。咋又不要了？送回来干啥？抱走呗。哎，我这不是一时鬼迷心窍吗？河蚌你们拿去吧，我们家可伺候不起。行吧，你等着，我叫宝丫去。王彩莲心情好到爆炸，嘴里哼着小曲，一扭一扭的走了。这回还要看手的钱不？周翠花哪里还敢要？她现在是生怕自己一句话说不对，赵芝兰就不让宝丫管她了。不要了，不要了，那还能要赵婶子的钱啊？宝丫，我大妹子悔悟了，把河蚌给咱们送回来了，你得瞅瞅她这手吧。宝丫眨巴眨巴眼睛，看了周翠花一眼。周婶婶不要大河蚌了吗？不要了，不要了。那以后我家其他的东西你也都不许要，你还得把陈小娟管得好一点，不要让她没事往我们家跑。哎，我管我管。棒棒松开她吧。赵芝兰见周翠花对着自己又红又肿的手指头连连吹气的样子，一阵无语。行了，回去睡觉吧，往后踏实过日子，别没事找事。周翠花也顾不上赵芝兰说了什么，拔腿就往家里跑。
宝亚，你咋就能让大河蚌听你的话呢？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跟他们说，要是敢不听我的，我就把他们吃了。行了，都睡觉去吧，明早上课来香的还要过来拿豆腐呢。宝丫妹妹，我来看你了。荣哥哥，你怎么来了？我来买你家的豆腐啊，你家做的豆腐特别好吃，我现在一顿不吃都吃不下去饭。有那么好吃呀？荣鹤一脸认真的点点头，看见站在宝丫身后的赵芝兰还有云家的另外4个孩子，他轻咳一声，收敛了笑容，做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来。赵奶奶好，几位哥哥姐姐好。这里面除了大哥云成福，其他人都见过荣鹤了，几人个都笑着回应他。不过云成禄还是板着脸，不大高兴就是了。荣小少爷是来找我们宝丫玩的吗？想吃豆腐的话，就给你带回去一些，用不着买。那可不行，我们要买很多回去吃的，而且我这回是跟孙爷爷一起来的，除了买豆腐，还要给宝丫的娘亲看腿病呢。赵芝兰一愣，低头看见养着一张笑脸的小宝丫，顿时明白了。肯定是这小丫头和荣鹤一起玩的时候提起过春秀的腿，没想到这荣小少爷竟然真的记在心上，带着大夫来了。就是这位爷爷吗？对，他很厉害的，啥病都会治。云家这边热热闹闹，陈家前门口，周翠花撇着嘴靠在自家院墙上，面上不屑，心里却酸得不行。翠花儿，翠花儿，你快瞅瞅，又来一辆马车，这回是不是来你家的？王玉琴这么一喊，原本蔫头耷脑的周翠花顿时就精神了。不光是她，周围看热闹的村民也都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今儿个新鲜，云家、陈家是对门，两家还都来了马车，这下有热闹看了。哟，这不是隔壁黑水村王财主家的魔娘跟他们家那个傻少爷吗？他们咋的跟老陈家的搭上关系了？我瞧着是冲他们家丫头来的。像是应了王玉琴的话，那魔娘抱着傻乎乎直流口水的小少爷，已经走到周翠花面前。你就是周翠花，陈小娟她娘。魔娘说话毫不客气，虽然年纪确实比周翠花长了几岁，但让人听着也是别扭。对，我是小娟，是我家丫头。瘦不拉几的，皮肤也不白，跟上回见好像没啥区别呀。这丫头又黑又瘦的，也不知道这丫头小年纪用的啥法子，让少爷拽着她衣裳死活不肯撒手，还要把自个儿的玉佩塞给这小丫头。玉佩可是老爷亲自给小少爷定的，这是能随便给人的吗？忒瘦了点，你们家再穷，一个丫头片子也不至于给不起饭吃。我们王家要的是童养媳，不是烧火做饭的小丫头。你自个儿瞅瞅她这副模样，配得上我家小少爷吗？周翠花嘴角的笑就僵住了，她瞥一眼魔娘怀里除了吃手指头，就知道呵呵傻笑的王家小少爷。你家少爷还是个傻子呢，我家小娟咋的就配不上了？这话周翠花可不敢说，只是堆笑迎合着魔娘。是，您说的是，这不是孩子挑嘴，不好好吃饭，要不然也不至于这么瘦。那你就使劲塞，他不懂事，你还不懂事。你们家有秤没有？称猪用的有没有？有，我这就给您拿去。周翠花连连应声，丢下陈小娟扭头就走了。而陈小娟小小的个子杵在那，王家的小少爷伸着满是口水的小手指着他：你，我娘脑子被屎糊住了，我可没有，我是看上你家有钱才搭上这个小傻子的。你这么娘也不能这么羞辱我呀，拿称猪的称来称我，合着就拿我陈小娟当成猪肉来买卖了。小少爷叫你呢，听不见吗？摸娘见陈小娟一直低着头，捏着自己衣角，一脸不耐烦。家穷不要紧，你得有教养，懂规矩。小少爷叫你就得抬头听着，笑脸迎着，知道不知道？这才第一回正式见面，就是这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陈小娟使劲把眼泪往肚子里咽。等我将来嫁给这小傻子了，我让你们这些人好看。咦，奶，这个嬷嬷咱们是不是见过？她下车为啥要踩着别人啊？赵芝兰闻声定睛一看，果然眼熟，这不就是之前在平安镇的朱翠阁见过的那个魔娘吗？好像是隔壁村王财主家的，好像就是我们之前在镇上看见的那个魔娘，踩着别人下车，是富贵人家为了显示身份吧？
啥身份啊？还要显示我家里也好多下人和车夫啊，我就从来不踩别人。孙普捋了一把唇边的小胡子，满脸欣慰的表情。是啊，人和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哪怕是对下人，也不能故意做这种欺辱人的事情。走，咱们进屋去坐。赵之兰瞧着那默娘和周翠花对话的架势，又想起来这默娘上回去朱翠阁买首饰，也差不多明白是咋回事了。这怕不是隔壁黑水村的王家看上了陈小娟，要给这小少爷讨过去做童养媳吧？周翠花愿意卖女儿，那是他们老陈家的事，跟云家没啥关系。婶子，你家里有秤没有？借给我们使一下。赵之兰一回头，对面去陈家的那个默娘正抱着那口水直流的小少爷站在他身后呢，而周翠花领着陈小娟，两人脸上皆是窘迫，跟在默娘后边，声也不吭。有的，这要是周翠花来借，赵之兰肯定是不愿意借的，但这默娘其实跟他家没啥过节，人家来借也不好就不给。老婶子要大秤，称猪的那种。默娘话一说完，陈小娟顿时涨红了脸。你等着，我这就拿去。赵之兰说着，松开小宝丫进屋去了。小宝丫看着默娘怀里那个流着口水、缩手指头的王家小少爷，那小少爷看见宝丫，看了一会儿，突然就把含在嘴里的手指头拿出来了，特别兴奋地指着宝丫喊了一嗓子：“牛，好看！”云成路抱着宝丫往后退开一大步，和那默娘拉开了距离。我家宝丫当然好看，但是跟你这小傻子有啥关系？默娘本来是挺喜欢小宝丫的，白白嫩嫩的小姑娘，水灵灵透着一股子灵气，就得这样的小姑娘才配上我家小少爷。但是云成路这脸蛋子一耷拉，往后撤开一大步，就让他讨厌了。有啥好了不起的？穷人家的小丫头而已，也至于这么宝贝着？长大了还不是要嫁人的赔钱货？明明是你家傻少爷不懂事，这脖子瞪我家宝丫干啥？富贵人家的人都这么不讲道理吗？云成路毕竟还是小孩子，这默娘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他也不敢真的咋样，就鼓着嘴，也狠狠朝那默娘瞪了回去。默娘被他瞪得一愣，村里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我见得多了，哪个不是一听见我们王家就吓得没了魂儿？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胆大不怕事的，竟然还敢瞪我！哎，你这默娘，二哥哥，奈何默娘刚一开口，就被宝丫给打断了。你们眼睛睁得那么大，不累吗？我奶一会儿就来了，你们要不要坐下来歇会？宝丫这话默娘真不知咋接，但好在荣鹤很快就把话头接了过去。眼睛累的话，可以让孙爷爷给你们瞧瞧，孙爷爷医术可好了，眼病也会治。秤来了。赵之兰拎着一杆大秤，一出后门就看见几个人大眼瞪小眼的，有点懵。多谢老婶子。说完，拿着秤就往陈家那边走了。赵之兰一头的雾水，这是咋的了？王家嬷娘虽然说话有点尖刻的调调，可是刚才借我家秤的时候，好像脸色没有这么难看来着吧？壮子，称称分量。在古代，地主家少爷收童养媳，竟然用猪秤来称，如果不够重量，还要人家赔钱。这王家嬷娘真是缺德啊！拿称猪的秤来称人，这是多瞧不起我们乡下人啊！老实点。奶，二哥哥，他们这是要把陈小娟卖了吗？在宝丫心里，只有村里卖猪的时候才会这么称重。云成路这个年纪差不多也是都明白的。赵之兰无奈揉了揉额角，给几个孩子们解释：不是卖了，是嫁到王家去，给那个小少爷当媳妇。嫁，就像你娘和你爹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可是他还那么小啊，我见过我大哥娶媳妇，他15了才娶的呢。哎，大哥过了年就15了，是不是要娶媳妇了？站在云月身后的云成福脸上一囧，正要开口解释。笨了，我的意思是男人一般要10来岁才会娶媳妇，不是15就一定要娶。我也是不知道嘛，这荣家小少爷干啥要说我笨啊？李嬷嬷，22斤4两。嬷娘探头看了一眼称心，朝周翠花瞥了一眼。22斤4两，记住了，等过完了年我再来称，要是不够30斤，我们王家可不要。快6岁的孩子了，才20斤出头，也太轻了点。哎，我都记住了。周翠花笑得脸疼，心里却在肉疼。7斤多，这得喂进去多少粮食能整上来啊？给你，我知道你们家穷，舍不得给女娃娃饱饭吃，这10两银子是王家老爷给我的，说是这丫头的伙食钱，好好喂着。哎，肯定好好喂，您放心。周翠花忙不迭接过银子，快得让那李嬷嬷都皱眉看了她一眼。还有这个，默娘说着，又从自己袖里掏出来一对缠花的翡翠耳坠子和一对镂花的金镯子。
这是老爷给的聘礼。李嬷嬷说着，一看见周翠花那快要咧到耳叉子上去的嘴角，就白了她一眼。你别顾着高兴，又不是给你的，是给这丫头的。过完年要是她这分量没攒够，不但这聘礼你们得还回来，刚才那10两银子也得还。我们小少爷跟你家丫头这事，就算作罢了。周翠花脸上的笑就僵住了，攥在手心里的银子突然也变得烫手了起来。回去了，好这一趟，我这一把身子骨可经不起折腾。慢着点，劳你大老远来这一趟。周翠花手里攥着银子和首饰，不管咋着，态度那是到位了。远倒是没啥，王家马车舒坦得很，就是不知道这一趟白跑没白跑了。状子秤还给人家，还有别白使。状子应了一声，拿着秤直奔对面云家。4秤的钱又不找，又不是啥金贵东西，使一下还要钱。2个人推拒了一番，状子见他真心不要，没办法，就只好回去了。同李嬷嬷一说，李嬷嬷就笑了。这云家有点意思，都是一个村的，还真就是不一样。李嬷嬷一脸无奈地看着自己傻少爷，她是小少爷的奶嬷嬷，自小带大的，这孩子也是可怜，生下来就是个傻的，叫他啥也记不住，长这么大就跟他那不靠谱的老爹学到，看见好看小姑娘就妞妞的。也不知道我家老爷是咋想的，陈小娟怎么可能是什么福星啊？若是我看小少爷傻乎乎的知道个啥，那陈小娟黑瘦黑瘦的，能有啥福相？倒是对门那个白嫩嫩的小丫头，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孙老先生，荣小少爷，你们先坐，我让程福给你们倒茶去。这是赶上事儿了，让你们也跟着等了这会子。无妨，谁家还没个遇上事的时候？老婶子你别忙了，是要给谁看病？我先看看是啥情况。那也不单得喝口水的。宝丫，去把你娘喊过来。好。宝丫脆生生应道，转身就颠颠的朝他们东厢屋跑去了。他咋了？我好像没招惹这丫头吧？干嘛瞪我啊？荣鹤打小就聪明，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刚才他跟云月说话，好像说云月笨来着。这小丫头好娇气，我上回说宝丫笨，记不住要名，宝丫也没生气啊。荣鹤从荷包里掏出来一块糖，走过去递给了云月。他大哥说过，男娃娃啥时候都不能欺负女娃娃，更不能惹女娃娃生气。你干啥？这小少爷什么毛病？骂完我笨，又给我塞糖吃。给你吃，我刚才就是说顺口了，不是真的要说你笨的，你别生气了。哼，那你身边的人都很笨嘛，不然怎么会说顺嘴呢？对呀，反正跟我差不多大的都没有你聪明，除了宝丫。好吧，那我就不生气了，你下回可不要随便说别人笨了，要是遇到别人，可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了。哦，我记住了。云月低头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糖，眉头又皱起来。就1块呀。荣鹤一愣，赶紧又从荷包里掏出来几块糖塞到他手心里。都给你，就这些了。多谢荣小少爷。孙爷爷，给我娘看腿病。好，爷爷给你娘看看。孙普说着，就去询问何春秀平常这腿是啥情况。宝丫站在何春秀身后，看着他们，嘟着小嘴，睁着大眼看着孙普，听得特别认真的样子。赵芝兰在一旁看着好笑，这小丫头听得这么认真，能听得懂吗？四姐姐怎么了？云月把刚才荣鹤给她的糖塞进宝丫手心里。给你糖吃，你不是最爱吃甜吗？谢谢四姐姐。宝丫看着小手心里的糖，自从上回她拿兔蓉蓉头花哄好了四姐姐，四姐姐就对她越来越好了。糖是那种花生酥糖，宝丫想把糖掰成2半，却被云月拦住了。我还有呢，你吃。宝丫点点头，2个人就一人1块把糖丢进嘴里，对视一笑。孙普问完了何春秀的情况，说是当年他被人砍伤了经脉，当时没恢复好，这才落下的病根。何春秀其实并不是淝水村的人，云三郎18岁时和赵芝兰购粮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浑身是血、昏迷不醒的小姑娘，就顺手给带了回来。本来是想着等人醒了，问清楚家在哪就给送回去，哪知何春秀醒来后啥也记不得了，之后和云三郎产生了感情，就留下来了。那要咋治啊？孙普捋了捋他唇边的小胡子，沉吟了片刻。治倒是不难治，只是陈年旧疾了，用药上面就挑剔，恐怕……孙普说话犹犹豫豫的，不光赵芝兰着急，旁边宝丫也着急。孙爷爷，您快说呀！哎呀，宝丫，孙爷爷这种时候吞吞吐吐，其实就是钱的问题。赵芝兰显然是误会了，她二话不说又拿了1包银子出来。孙老先生，您看诊费的话，这些够不？孙普知道农家一般没啥钱，即便是靠卖山货赚得一些，估计也就是全部的家底了。
穷苦人家，婆婆肯为了媳妇看病，这么大方的，真的少见了。还不够吗？赵之兰见孙普不说话，心里有点没底儿了。没想到药仙堂的大夫出个诊，要这么些钱啊！老婶子误会了，我这回出诊可不要钱，我犹豫的是这治腿病的药材比较难得，可能要花不少银子了。没事，需用银子就再挣，大不了家里贷房的事情先拖一拖，先把春秀的腿给治好。孙普赞许的点点头，写好了药方，放在桌上晾干。宝丫站在旁边，认真的看着。丫头，这些字你都认得吗？宝丫盯着药方看了一会儿，伸出小手指头隔空指着。认识几个呢？孙爷爷，这是撒氏虎头、背甲木、牛月，剩下的就认不出了。孙普简直哭笑不得，16个字这小丫头就认对了2个，剩下的还都没念出来。不过宝丫才不到5岁，能认识2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不错，对了2个，这药方应当是9进虎骨、拜龟板、黄芪、牛膝、碧草、续断和乳香这几味药材。孙普一说完，赵之兰和何春秀就已经差不多知道难弄的是哪几味药了。其实其他几味药都不难弄，只是这9进虎骨和拜龟板比较难得。9进虎骨顾名思义是用老虎的胫骨和一些药材炮制而成，而拜龟板其实就是龟甲。9进虎骨这个不难，只是如今老虎的胫骨比较难得，你们若是要能弄到，老夫我就能帮你们泡出来。还有这拜龟板，需要的是新鲜龟甲，最好是板片大、带血渍、鳞甲详细光洁的。赵之兰和何春秀一听，2个人对视一眼，都皱起了眉。别说现在是荒年，虎牙山上都没啥野物了，就是有，他们也弄不来。娘，要不然就算了，其实就是平常走路不好看，也没啥的。那不成，之前家里没钱给你好好治，这才落下的病根。如今家里有了钱，这药方子孙老先生也给开了，哪能说就不治了？可这虎骨和龟壳子，现在是有钱也弄不来啊。没事，娘有办法，回头我去问问咱村的杨烈虎，他要是能弄到，多给点银子也成。那得给人多少银子啊？这事就这么定了。小宝丫站在旁白，心里也在盘算这件事。虎骨、龟板。小宝丫一边轻声念念叨叨，一边想着要怎样才能弄到这些东西，脑中忽然闪过孤王矫健雪白的身形，他就叹了口气。要是孙爷爷开的方子是狼骨就好了，要是狼骨，还能给孤王借一块骨头给我娘亲治腿病，到时候给孤王多带好吃的肉。不到5岁的小丫头还不知道骨头是不能随便借的，而且借了也没法还。好在需用的是虎骨，不是狼骨，孤王逃过一劫，